我在陕北支教5年，却不知下面坐着的其实是秦始皇全家。我明明只是问了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竟让他们全部害怕的跪倒在地。这一切只因为我贴脸穿越到了秦始皇面前。就在3天前，秦始皇正和蒙恬在湖上泛舟，突然一道白光闪过，我从3米的高空中凭空出现，摔到了船上。秦始皇以为是天降祥瑞，便将我封为先师。在派兵封锁所有消息后，他便和我亲自交谈，发现我虽然是个瞎子，却博学多才，甚至比宰相李斯的学问还要大。他猜测我即便不是仙人，也是个大才。又在交谈中得知我是个教师后，便立刻请求我留下教学。而我本就是来陕北支教的，只不过出了车祸被甩进河里，被救醒来之时已经双目失明，也没多问，索性就答应了下来。然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其实是从21世纪穿越到了秦朝时期，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此事。我被带到山中安顿后，秦始皇立刻让人秘密修建了学堂，而他也好奇我会教些什么，便也想来旁听一下。可没想到刚进门就听到了我那大逆不道的问题。同学们，你们有谁知道秦始皇的死因是什么吗？瞬间台下一片寂静，我等待片刻，发现没人回答，索性公布了答案。没人知道吗？老师告诉你们，秦始皇的3大死因之一就是服用徐福炼制的仙丹中毒而死。仙丹有剧毒，怎么样？同学们没想到吧？一位皇帝竟是如此死法！大胆胡言乱语！始皇今年42岁，正值春秋鼎盛，更何况费尽国力寻找仙丹，当享长生不死之寿。仙丹又怎会有毒？这时秦始皇身后的蒙恬瞬间拔出了剑，只要秦始皇一声令下，他就立马冲上去。慢着！可秦始皇却突然叫停了蒙恬，他突然想到我出现时的场景，我如果真是仙人，那么这个事情就可能是真的。先生，既然徐福炼制的仙丹有剧毒，为什么始皇没有马上死？而且始皇是皇帝，难道吃之前不会找人试毒吗？他的声音不大，但充满威严，震得在场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始皇的丹药可是有人亲自试过毒的，现在他竟然说有毒，这不是欺君之罪吗？众皇子面色紧张，担心我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们还挺喜欢我这个老师的。我说秦大叔，你都21世纪的人了，不知道慢性中毒吗？那仙丹是汞做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银。秦始皇错就错在找人试药，人体那么大，水银有毒一下显现不出来。可你要是去找几只兔子来试试，保证喂一只死一只。水银原来是慢性中毒，好大胆子！徐福竟敢为皇帝吃水银，他不怕被灭3族5马分尸吗？老哥是真不懂历史啊！徐福在给秦始皇吃了多年毒药以后，反而全身而退，逃到了海外，过上了逍遥快活的生活。闻言，秦始皇震惊的快要站不稳了。普通人想要害自己，肯定碎尸万段；六国的王想要灭自己，必将粉身碎骨。徐福为自己吃了多年毒药，不仅没被杀，反而全身而退，并逃到了海外去，逍遥快活。真被骗得这么惨，徐福，朕要将你碎尸万段！看你们不了解这段历史，又感兴趣，老师给你们详细说一下。而秦始皇此刻却是特别愤怒，因为他觉得我说的未来之事都是真的。自从服用了徐福的仙丹后，他的身体真的逐渐变得不好，时常发冷发热，可能真的慢性中毒了。他冷静了下来，想详细听听徐福到底是怎样骗他的。秦始皇迷恋长生不老，到处寻找仙法时，徐福就出现了，说自己能找到仙法，但徐福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打着帮秦始皇寻找仙丹的大旗，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根本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仙丹，反而用有毒的水银制作成假仙丹来毒害秦始皇。此时秦始皇一脸震惊，徐福竟然打着为自己找仙丹的幌子欺压大秦百姓，还用毒药做假仙丹来害自己。秦始皇狠狠一拍房门，震得房间都咔咔作响。大胆！朕必将斩杀徐福！陛下息怒，诛杀徐福之事，何劳陛下出手？父皇，儿臣早就上奏过，寻找仙丹一事，劳民伤财，实不可取。今日既然发现徐福是骗子，应即刻停止。秦始皇默然点头，突然反应过来，随后看向了我，大事不妙。他第一次见我就和我说了这里是大秦，我不太相信，还以为是以前那个世界。后来他发现了我的才能，就有意将我留下来教授皇子，只说自己是这个村的村长。敬秦那些所谓的皇子都是自己的儿子，叫扶苏胡亥什么的。蒙恬是自己的邻居，可刚刚自己太激动了，竟然说什么朕必将斩杀徐福。蒙恬、扶苏还跟着附和。秦始皇急忙想要辩解，可课堂上始皇公子们已然义愤填膺。徐福这个狗贼，本公子早就看他不爽了。父皇，让儿臣砍了他。父皇，我大秦容不下这样的狗贼，公子胡亥请求出战。秦始皇顿感无力，你们这样猪都能猜到这是大秦了。这时他看向了我，我以为你们这个村子封建，没想到封建到了极致变得开放起来了，都玩起角色扮演来了。村长扮演秦始皇，还有蒙恬、扶苏，建制挺齐全的，怎么不来几个公主了？看起来要把你们这种封建思想剔除，还得下猛药啊！我的话让始皇有些摸不着头脑，认为我这些话可能是仙界术语，但我应该还没有发现秘密。先生见笑了，我这几个儿子一激动就会这样，请先生继续讲下去。我却满头黑线，我可以把落后山村的学生教成大学生，但不可能把精神病人教正常啊！我有点怀疑秦村长这几个儿子，甚至包括秦村长，是不是精神方面有点问题？徐福用水银制造的仙丹有
剧毒，因此秦始皇身体越来越差，最终只活到了49岁。秦始皇听闻后瞬间瞪大了眼睛，他一阵头晕目眩，差点就要晕倒。什么？自己现在42岁，也就是说，自己还能活7年。这好不容易才一统6国，还有众多抱负没能实现，怎能如此早逝？老师，请问始皇服用丹药之后就没有方法解毒吗？当然可以，有问题就会有解决方法。我就喜欢提问的学生。不过这不是本次历史课的内容，这些内容我们等到后面的课再说。父皇，老师说你有救了。我一脸无语，刚刚才夸了扶苏，怎么现在又神经了？你爹又不是秦始皇。秦始皇这时坐在了凳子上，情绪缓和了很多，只要有救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先生，后面徐福又是如何逃脱的？那就可气了，这秦始皇被徐福耍得团团转，徐福找不到长生不老药，又发现秦始皇身体逐渐不好后，萌生了逃跑的想法。徐福和秦始皇说，他在梦中获知海外有神仙，神仙让他去取药，但神仙让他带10船金银、珠宝和3000童男童女。秦始皇深信不疑。秦始皇此时浑身怒火，简直是胆大包天，6国都灭了，自己却被一个小小的徐福骗得如此之惨，还骗走了10船珠宝和3000童男童女，真是该死。他感觉被如此渺小的人物欺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决定出去就用兔子试药，若一切都如我说的，徐福必将碎尸万段。可我却摇摇头，心里燃烧起了一股巨大的火焰。徐福不仅罪该万死，他的子孙后代也都罪该万死。徐福在逃离了大秦之后，占领了樱花岛，成为了樱花国的祖先。樱花国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先后4次进犯我龙国。在几十年前那场战争中，我龙国有3500多万人惨死。秦始皇闻言，顿时瘫坐在凳子上。大秦人口就2700多万人，徐福的后代就杀了3500多万人，就因为自己放跑了徐福，让大秦后代遭受如此灾难。明朝时期开始，以樱花浪人集团为首的武士侵扰我龙国土地，残害我龙国同胞。说到此处，我热泪盈眶。虽然我是教师，可我更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如此弹丸小国欺辱我泱泱龙国，如何能忍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秦始皇强行站起来，浑身都在发抖。他不敢相信，他扫灭6国是为了结束100年战乱，让6国的百姓都过上安稳的生活。他追求长生不老，是不放心后代，结果却因为他追求长生不老，竟然使大秦后世百姓遭受如此大的灾祸。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重用徐福，他莫非是千古罪人？秦始皇突然心神不稳就要倒地，但他是何等人物，很快就缓过神来。他稳定了心神，站稳了身子，脸色有些煞白。先生，您老实说，后世之人是怎样评价秦始皇的？在后世是不是被评价为暴君，被评为千古罪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秦子民天下百姓后世子孙，他不想被后世人评价成为千古罪人，但因为自己现在犯下如此大罪，自己不被评价成千古罪人都不可能了。扶苏、蒙恬等人也都低下了头，同时等待我开口，仿佛在接受审判一般。谁跟你说秦始皇是千古罪人？他可是我的偶像，后代万世子孙的偶像。如果真要给秦始皇做一个评价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就是千古一帝。闻言，秦始皇顿时全身充满力量，站起身来。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先生此话当真？秦始皇如何配得上千古一帝这个评价？虽然秦始皇为了建万里长城被人评价为暴君，但那也是为了我们黎民百姓的未来着想。想当初秦王扫6合一统天下，结束周末以来数百年纷争，何等霸气！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设立郡县制，这又是何等先进的思想！北伐匈奴，南征百越，更是无双霸主之霸气。试问千百年来，哪位帝王能做到如此功绩？秦始皇确实有过，但和他的功相比，微不足道。秦始皇听到我竟然如此赞扬他，听到后世子孙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称赞自己是千古一帝，他简直欣喜到不行。没想到后世子孙竟如此的爱戴他。你又不是秦始皇，你高兴什么？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看来开人民医院的计划得及早提上日程。此时皇家园林外，秦始皇一边往外走，一边威严下令：蒙恬将朕的仙丹用灰兔试药，另派出300个士兵，灰兔一旦情况有变，就把徐福带来。带回徐福之后，控制他身边的徒弟，放跑一人就拿你是问。扶苏、灰兔一旦有变，就即刻召集百官在咸阳殿议事。蒙恬和扶苏纷纷领命，立马办事去了。秦始皇此时眼中充满了怒火：若你真如先师说的一般，给朕吃毒药蒙骗我，朕非要你碎尸万段！傍晚，咸阳殿文武百官都不知始皇有何急事，禁令公子扶苏匆忙召集众人。很快，秦始皇穿着一身黑色龙袍跨入大厅中，他脸色阴沉，怒气布满脸上。百官脸色巨变，议论声顿时消失。如此脸色是有大事发生啊！就连丞相李斯都不清楚始皇此刻在想什么。徐福来了吗？百官脸色一变，始皇特地招他们来就是为了徐福的事。有不少官员还是很清醒的，知道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但因为是始皇，所以敢怒不敢言。就在这时，蒙恬带着徐福来到了大殿，徐福缓缓
缓走上大殿，心里却不断嘀咕：他人在家中坐，蒙恬就披甲上阵，带了300甲士，把他带来了咸阳殿。蒙恬可是大秦无双大将，目前地位仅次于退休的王翦，非大事不会调动。咸阳殿晚上一般也不会召开会议，除非是出大事了，而且还聚集了如此多的文臣武将，事情就更大了。莫非仙丹一事的机密被泄露了？看起来得提前准备逃跑了。陛下，徐福前几日受仙人托梦，海外有3座仙山，仙山上有长生不老仙丹，只需10传金银珠宝和3000童男童女，对不对？徐福话还未说完，秦始皇却说出了他要说的话。徐福震惊的口齿不清，这话我从未和人说过，秦始皇如何得知？此时秦始皇已经能确定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了。徐福，你用毒药制作仙丹坑害朕，真当朕不敢将你碎尸万段吗？陛下，这是何人在胡言乱语啊？陛下臣全心全意为陛下寻找长生不老仙丹，从未想过坑害陛下，肯定是有小人挑拨。大胆，竟然侮辱仙师！来人掌嘴！秦始皇已然认定我是真正仙人，又岂能让徐福侮辱？蒙恬立马叫来2名将士，按住了徐传，很快18掌下去，直接把徐福的牙都打掉了2颗。不少正直的大臣也早就看徐福不爽了，利用为皇帝寻找仙丹的借口，到处作威作福，真是该打。看到他被打得如此惨，别提多爽了。陛下，臣无罪，定是小人坑害啊！好，那朕就让你看个明白。来人提上来！始皇一声令下，10名秦锐士一人提着一个笼子走了上来，将早就准备好的丹药喂进了兔子口中。徐川知道秦始皇要做什么，这是要用灰兔试药啊！他害怕的瑟瑟发抖，这可怎么办？只见10只兔子吃下药后，一直在活蹦乱跳。徐福暗自欣喜，看起来这兔子免疫力不错，自己要没事了。很快，突然一只兔子大叫起来，接着开始胡乱蹦跶，随后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徐福脸色巨变，百官脸色顿时煞白。1颗丹药就能让兔子如此，那始皇吃了如此多丹药还得了？徐福竟敢为秦始皇吃毒药，他的胆子比天还大。秦始皇此时脸色越来越黑，他现在恨不得把吃过的丹药都吐出来。陛下，这仙丹是臣为您炼制的，因此不敢常用，臣也不知道有毒啊。臣都是为了您的长生不老啊，求您相信臣的一片赤诚之心吧。你在毒害了朕以后，害怕被发现就想逃跑，还要10传珠宝和3000童男童女，这叫一片赤诚之心吗？陛下，臣那不是逃跑，是仙人要臣这样做的。臣去海外是为了给陛下找仙丹啊！秦始皇突然大笑起来，离开皇位，缓缓走向前。仙人让你带3000童男童女去繁衍后代，仙人让你侵占海外仙岛，仙人让你的后世子孙侵犯我龙国，杀我大秦后世子孙。如若仙人教唆，即便是仙人，朕也杀之。朕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朕的子孙，哪怕对方是仙人。秦始皇的龙威震得整个咸阳宫都在颤抖，百官惊得口水都不敢咽。他们不太懂秦始皇说的是什么，只感觉秦始皇此刻无比愤怒。徐福，你是不是疑惑朕如何得知这些事的？蒙恬给他解释解释。因为陛下已经见到了真正的仙人，上知2000年，下知2000年，徐福的子孙后代不断入侵龙国，屠杀了我大秦后代子孙。朝堂一片哗然，秦始皇碰到仙人了。徐福的后代果真如此吗？陛下，那个仙人是假冒的，臣梦中的仙人才是真的。来人，把徐福拖下去，他用水银坑害朕，那就让他自食其果，给我用水银灌死他，然后碎尸万段，烧成粉末。随后2名甲士就要把徐福拖下去，徐福却大笑了起来。秦始皇，你这个暴君，你杀了我又怎么样？你做的那些事，史书上只会记载你是一个暴君。慢着，扶苏告诉徐福，后世人称呼朕为什么？后世之人称呼父皇，根本不是暴君，而是千古一帝。文臣武将闻言纷纷震惊不已，这是何等崇高的称呼！周天子也未有如此崇高待遇。秦始皇，你在胡乱说什么？怎么可能有人会知道后世的事？我告诉你，什么破仙人都是假的，那是我骗你的，所以你那个仙人肯定也是假的。是不是假的？朕杀了你以后，你自己去地狱问问鬼神吧。并且朕还告诉你，朕不仅抓了你，还把那些帮你为非作歹的徒弟一并抓了。朕把你们这些为非作歹的人通通杀了，看天下百姓是称呼朕为暴君，还是千古一帝？陛下诛杀暴徒，必然是千古一帝。徐福天天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百姓更是对徐福恨之入骨。陛下杀了徐福和他的徒弟，又怎么会是暴君了？这是千古明君。徐福被甲士抓着拖着往大殿外走，他痛苦万分。到底是谁泄露了我的计划？我怎么就失败了？樱花帝国全完了。此时的咸阳宫在秦始皇命令之下血流成河，徐福一党被连根拔起，文臣武将全都大喜，天下百姓更是拍手称快。秦始皇也甚感欣慰，看起来自己没有杀错徐福。随后咸阳殿上大臣们继续议事。陛下，今年秋收，咸阳关中地区百姓收成尚可，但黄河中下游一带因夏季突发洪水造成耕地毁灭，百姓欠收爆发饥荒。当地郡守请求朝廷拨粮救急。始皇脸色微变，秦朝生产力极为落后，1亩地能产个100来斤就算良田了，但1年下来家里根本也没有余粮。若
是洪水旱灾破坏了耕田，那老百姓的粮食收成就更少了。但很快就有人出来反对，正是博士淳于越。陛下，万万不可！咸阳库的粮食是储备给咸阳和关中平原的大秦子民吃的，若是给外人吃了，大秦子民如何是好？黄河中下游是以前赵齐燕三国的地盘，那里的百姓根本不是我秦国原来的子民。如今六国余孽蠢蠢欲动，让他们死多点，也有利于大秦的统治。淳于越此话一出，不少儒生纷纷附和。在他们眼里，只要咸阳重心不出事，其他地方出事无所谓。大秦百姓的命是命，六国百姓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他准备继续说时，扶苏却打断了秦始皇的话。秦始皇脸色巨变，扶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难道他也支持淳于越等人的想法吗？大秦以法家治国，但也能包容其他学说。秦始皇也不排斥他们信奉儒家，可是扶苏不可以。扶苏是秦始皇最看重的接班人，未来的大秦皇帝需要的是杀伐果断，而不是仁义道德。因此他多次训诫扶苏远离儒家，可扶苏非但不听，有几次还在朝堂之上公然和他争辩。当我展现出自己的博学和不支持儒家思想的观点后，秦始皇才升起让我教他们的念头。但这次他还是以为扶苏又要支持那些儒生反对他。父皇，儿臣认为博士淳于越的话有失偏颇。如今六国已灭，天下归一，六国的百姓也是我大秦百姓。如今有难，我大秦朝臣又怎能见死不救？即便他们现在是我大秦子民，也依旧比原来的大秦子民低贱。我们怎能牺牲原来大秦子民的口粮去拯救他们了？新秦人比老秦人低贱，那按照淳博士的说法，新秦臣比老秦臣不也低贱了？博士大人，扶苏依稀记得您以前似乎是齐国博士啊。淳于越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这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他还想争辩，却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他脸色通红，感觉四周众人都用鄙视的目光看他。秦始皇心里暗叫精彩，不愧是我儿扶苏，能够说出这般话来，看起来从先师那还是学到了不少。于是马上结束了朝会，留下了扶苏。偏殿中，始皇坐在桌子前，赵高卑躬屈膝立在一旁，扶苏正坐在一侧。他不太明白秦始皇怎么单独把他留下。扶苏，你今日怎么没和淳于越一样的观点？回父皇，仁政才是大儒的重要思想，我们治理国家要以百姓为重。够了，你不配做我的儿子！秦始皇龙颜大怒，他一直把扶苏当帝国继承人培养，没想到扶苏竟如此迂腐。他以为扶苏是从帝国统治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没想到还是从儒家的角度。朕以为你在朝堂之上辩驳过了淳于越，是改过自新了，没想到骨子里还是如此迂腐，脑袋里全是儒家思想。朕早就和你说过了，儒家思想不适合帝王之家，你连朕的话都不听吗？把你送到先师那里也是白费了，他的课你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朕没你这样的儿子，给朕离开！扶苏只能痛苦离开了。如此迂腐，朕以后怎能把大秦交给他？朕怎么会有如此软弱的儿子？陛下，千万不要动怒，伤了身子了。秦始皇坐下后，却疑惑地看向赵高，并问他对今日朝堂留名仪式看法如何。赵高虽是太监，却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字，而且熟读大秦律法。秦始皇有时批改奏章，都还要询问赵高，因此他想听听赵高的意见。赵高却得意一笑：秦始皇残暴不仁，经常滥杀。秦始皇怎么想的？他赵高还不清楚吗？而且看到秦始皇如此训诫扶苏，就更清楚了。陛下，老奴和博士淳于越的想法相差不大，其他国的救民多死一些，有利于我大秦统治。秦始皇听完，瞳孔却微眯起来。赵高此刻还未察觉到秦始皇脸色的变化，而是满脸得意，继续侃侃而谈。臣认为扶苏公子受儒家思想影响，谦虚有余，但仁慈过头了，实在不适合继承帝位。胡亥公子杀伐，果断适合继承帝位。老奴建议陛下早立胡亥公子为妙。赵高说完，心里充满得意，他是胡亥的师傅，当然支持胡亥上位。现在这个时机刚好适合，正好打压扶苏，一脚踢倒他，然后扶胡亥上位，到时候他就是胡亥上位的大功臣了。可秦始皇脸色瞬间变得凶狠，一个太监竟敢染指皇帝家事，不怕满门抄斩吗？赵高这才知道伴君如伴虎，尤其是秦始皇的天威，他陪伴这么多年都揣摩不透。赵高立马下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今燕赵齐三地百姓，又如何不是我大秦子民？竟然说什么多死一些更有利于统治？你们是想让大秦帝国分裂吗？在朕的统治下，龙国大地不可分裂。朕让你评价朝堂之事，你评价错了也就算了，可扶苏虽然迂腐，却也是朕看重的儿子。你竟然当着朕的面，为了推荐胡亥贬低扶苏，什么时候你也配染指朕的家事？给朕掌嘴到天亮！说完，秦始皇转身离开了。赵高此时后悔不已，自己怎么这么蠢？跟着始皇这么多年，怎么还能说错话？随即马上开始打起了耳光。第二天清晨的皇家园林，我站在讲台上开始了一天的课程。同学们，我们继续来学习秦朝的历史。今天的课题是大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什么？大秦二世而亡？是啊，大秦二世而亡啊！你们对历史这么不了解吗？秦始皇龙颜大怒，他花了多么大的努力，大秦才迎来统一，周朝都有800年，大秦起码传承万世，最少
少也得有几千年吧。现在大秦竟然20而亡，那不是他驾崩了，以后在下一个皇帝手里，大秦就灭亡了。随即他就朝着扶苏就冲了过去。父皇，儿臣绝不会。你还敢狡辩？定是你的儒家思想令你迂腐不堪，最后被儒家掌控，灭亡了大秦。你这废物！秦村长，你在干什么？怎么把自己儿子打成这样？秦村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是你这样，我以后可不能让你进我的课堂了。我真无语了，思想这么保守，天天角色扮演，还让儿子演扶苏，真当这是古代？你是秦始皇了？秦始皇很佩服我，再加上确实是自己冲动了，所以就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但秦始皇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先生，秦苏这个臭小子，天天儒家思想着魔了一样，就像秦代那个扶苏灭了大秦一样，他肯定会灭亡了我老秦家。扶苏躲在我身后，想辩解却无法辩解。秦二世那不就是自己吗？谁说大秦是扶苏灭亡的？谁说秦二世是扶苏了？怎么一点文化常识都没有？秦始皇和扶苏也震惊了，扶苏可是始皇看中的接班人啊！当然是胡亥啊，胡亥才是秦二世，他篡夺皇位后骄奢淫逸，大秦就是因为他灭亡的。始皇震惊起来，秦二世竟然是胡亥！始皇和扶苏还有其他的皇子，此刻全用杀人的眼光看向胡亥，而胡亥全然没听课，还弯腰吃藏在课桌下面的一只鸡腿。他似乎察觉到不对，猛然抬头，正对秦始皇杀人的眼光，吓得立马大哭起来。难怪朕觉得奇怪，扶苏就算不是霸主，也可以做到守城，怎么就20而亡了？朕怎么就没想到篡位的？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篡夺朕下达的旨意！我的好弟弟，你可真是好本事啊！就是你害我被父皇打了一个大嘴巴。胡亥现在才10几岁，根本一脸懵。秦村长，你又吓我的学生，你们怎么天天演秦朝呢？有本事演李云龙救救秦啊，那多激烈！先长说的是谁？莫非这李云龙还是一员猛将，能被先生提起可不容易啊！先生，那胡亥是如何篡位的？秦始皇不是重点培养扶苏吗？胡亥哪里来的机会啊？老师给你好好讲讲，就喜欢你这种好学的学生。秦始皇确实很看重扶苏，按道理胡亥确实没有任何篡位的机会，但秦始皇驾崩的时候，扶苏并不在始皇身边，因为扶苏深受儒家思想毒害，顶撞秦始皇，被罚和蒙恬一起守边疆去了。站在门外的蒙恬一脸吃惊，难怪被篡位了，原来是扶苏不在。说着，秦始皇看着扶苏，狠狠瞪着他。儒家思想不是教育谦卑吗？还敢顶撞皇帝？看来被发配边疆，被夺走了皇位，这扶苏也是罪有应得了。扶苏见状，直接默不作声了，心里却有些不服气。如果不是父皇把我发配边疆，会变成这样吗？说起来，这扶苏也是可怜人，虽然迂腐了一些，却是个谦逊之人。不过帝王只需要杀伐果断，因为谦逊，扶苏付出了代价。胡亥和赵高直接假传圣旨，说是秦始皇遗旨，让扶苏蒙恬自尽。扶苏一点都没有怀疑，直接就自尽了。听到这话，扶苏瞪大了眼睛，历史上自己死得这么窝囊。秦始皇更是气得暴怒，看着扶苏一脸不成器。儒家思想教的这般迂腐，真圣旨假圣旨都看不出来，还不如胡亥了。可是无论是哪位皇子看到这样的圣旨，都不会怀疑啊。确实，哪位皇子看到这样的圣旨都不会怀疑，但不应该包括扶苏。历史上扶苏死的就很窝囊，他是秦始皇最看重的帝国接班人，除了扶苏，秦始皇没培养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扶苏被秦始皇发配到边疆，那也是在培养扶苏。要知道，那可是蒙恬驻守地啊。秦始皇明则发配，实则是让扶苏历练，远离儒家学说，能够历练成一个铁血男子。如果按照始皇设想，扶苏改变了性格，哪怕胡亥篡位假传圣旨又如何？扶苏身边有蒙恬啊，王翦已经老了，不出战的话，蒙恬就是大秦帝国最强将领。而且蒙恬帐下还有大秦最精锐的30万长城军团，常年和匈奴人作战，战斗力恐怖无比，根本不是守卫咸阳的禁军可以比的。胡亥假传圣旨，扶苏一把撕了，说圣旨是假的，然后率领蒙恬大军攻回咸阳，再加上扶苏的威望，胡亥能有什么办法？当时蒙恬也是这样劝说扶苏的，圣旨可能有假，但扶苏就是不听，最后自尽了。扶苏都自尽了，蒙恬也没有任何办法，跟着也自尽了。扶苏不死，胡亥必败。真是废物！这个扶苏都学了什么？他很心痛，难道自己这么多年费尽一切的培养扶苏，扶苏都不能理解自己的苦心吗？自己怎么可能下杀扶苏的圣旨了？作为父亲，他很失望。在外面的蒙恬也叹了一口气，自己抗击匈奴纵横沙场一生，立下无数军功，没想到落得这个下场。武将没有死在沙场上，反而死在了阴谋诡计和主子的软弱中。蒙恬心中充满了悲凉，扶苏也痛哭起来，内心充满愧疚。他的思想太迂腐了，不仅自己死了，还害死了蒙恬将军，更令大秦20而亡。他再也不学儒家思想了。不过说到底，扶苏死是他自己的事，但秦灭亡还是胡亥的事情。大秦20而亡，祖宗的基业全部毁在秦二世手里了。胡亥原本看到大家都在骂大哥扶苏，正在一旁幸灾乐祸，却突然听到我一句话，瞬间所有人的眼睛重新都看向了自己。
秦始皇脸色暗沉，一步一步朝着胡亥走去。篡位也就算了，还下旨杀扶苏和蒙恬将军，真有本事！而且胡亥还把始皇其他20多个儿子女儿全杀了，真是太过分了。这下不止秦始皇和扶苏愤怒了，秦始皇的其他20几个儿子也全都愤怒了，他们全都暴怒起来，围向了胡亥。秦始皇脸色阴沉，篡改圣旨能理解，毕竟胡亥还想当皇帝，杀扶苏其实也能理解，毕竟扶苏在皇位不稳。可是杀兄弟又是什么原因？就算为了巩固皇位，那杀姐妹又是什么原因？这已经不是巩固皇位了，这分明是心理变态。这样的儿子还有必要要吗？蒙兄弟，你进来把他带走吧。秦始皇虽在盛怒，却还是保持了一丝理智，没有在我面前暴露身份。蒙恬答应一声就把胡亥带走了，是死是活都不是这里可以解决的。这时我接着开口道：大秦灭亡胡亥肯定有大错，但最大的错误不在胡亥身上，而在另外一个人赵高身上。最初就是赵高撺掇李斯更改始皇遗旨，然后胡亥才能上位的。这个赵高好大胆，竟然如此亵渎朕的圣躯！你又不是秦始皇，你气什么？虽然我已经逐渐习惯了秦村长的角色代入，但还是忍不住吐槽。秦始皇眼神越来越冰冷，因为他没想到，除了赵高，李斯竟然也参与了。他还以为李斯会阻止赵高，徐福炼制毒仙丹，赵高祸乱大秦，胡亥建为皇帝，李斯篡改圣旨。秦始皇越想越气，简直谁都不相信了。之后赵高任人唯亲，又为了排除异己，在朝堂之上牵一头鹿来。赵高说这是马，最后他把那些坚持说是鹿的大臣全部杀了。听到这里，秦始皇气得恨不得现在就去杀了赵高。坚持说是鹿的，那可都是不和赵高同流合污的忠臣啊！赵高竟然用这种方法鉴别出来，然后把他们都杀了。赵高好大胆！赵高不仅在朝堂之上排除异己，还支持秦二世加重赋税徭役。丞相李斯就是反对赵高加重赋税徭役，被赵高腰斩而死。最后朝廷压榨实在太严重了，百姓不得不造反。秦始皇听完差点没气得晕倒。大秦刚刚统一6国，又受匈奴百越之祸，所以赋税重了一点，他是清楚的。但是再重一点就不行了，百姓活不下去，就必然会造反的。这个赵高竟然敢加重赋税，这不是逼天下百姓反吗？同时，秦始皇本来很恨李斯了，因为李斯篡改始皇旨意，但是听到李斯想阻止加重赋税，内心还是有一丝感触。可是怎么就没有一直忠诚下去呢？扶苏浑身无力坐在了凳子上，其他公子也全部低头，不敢想象那么强大的大秦帝国竟然就这样灭亡了。真的就这样灭亡了吗？大秦有那么多精锐的士兵，怎么会输给这些农民的？原因不外乎2点，一点是大秦士兵确实精锐，将领也确实能打，但是反抗军中也有不少能征善战之辈，比如楚国项羽确实很强，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赵高、章邯和项羽打仗，他却准备在章邯打赢项羽以后杀了章邯，章邯不得不降。什么？又是赵高，一个太监，竟然敢祸乱大秦宫廷，真是该杀！不仅如此，秦二世知道各地叛乱大起，想力挽狂澜，但当时满朝都是赵高党羽，结果被赵高逼迫自尽了。之后赵高把持朝政，大秦始皇帝留下的万世基业，竟然被赵高这等小人糟蹋到灭亡。此时秦始皇真的忍不住了，他恨不得现在就去剁碎赵高，搅乱大秦，压榨百姓，甚至连胡亥他都敢杀。就算胡亥昏庸，那也是皇帝。赵高，等朕回去将你抄家灭族。那赵高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不是逍遥法外了？始皇也冷静下来，希望听到满意的答案。要是赵高和徐福一样，坏事做尽，最后还全身而退，那秦国全族都可以去自尽了。没有逍遥法外，赵高见秦军不是反抗军对手，就选择了和刘邦暗通款曲，结果就被自己扶植起来的皇帝秦王子应用计，然后一剑杀死了。赵高最终还是死了，太好了！赵高这种人一剑杀死太仁慈了，如果让赵高轻易死去，对得起那些被赵高害死的人吗？应该把他五马分尸。会不会太残忍了？秦苏啊，你父亲说你仁慈，一点都没说错啊。有些人可以仁慈，有些人不能仁慈，因为有很多人做的事情真的令人发指。多谢先生的教导，大秦有救了。秦始皇现在敬佩我的博学又感激我，因为没有我，他恐怕还在嗑徐福的丹药，大秦也必将灭亡在赵高手中。你又不是秦始皇，你谢我做啥？算了，今天已经讲了很多内容了，我们这堂课上到这里吧。先生，老夫还有一事不明，秦王子应杀死赵高，最后结局如何？秦始皇对自己的儿子扶苏、胡亥很不满，扶苏软弱无能，弄个假圣旨让他死就死，一点也不理解父亲的苦心。胡亥更是顽劣不堪，贪图享乐，任由赵高弄乱大秦。但这个秦子婴好像不错了，要知道他只是一个被赵高扶植的傀儡，赵高可不会给他任何权利，而且赵高在朝中还有那么多的党羽，结果他不仅用计谋杀死了赵高，还重新夺回了大权。他对秦王子婴后面的事很好奇。秦王子婴虽然不错，但是当时大秦已经病入膏肓，名将战死，精兵灭亡，秦王子婴做了很多错事，也没能力挽狂澜，最后咸阳被反秦大军攻破。公元前207年，大秦灭亡。秦始皇瞬间震惊在原地，他听我说过自己是公元前210年驾崩的，那不就是在他驾崩3年后，大秦就灭亡了？始皇简直无法相信，大秦60之余烈，统一天下，不说比周朝800年，比商朝500多年也行啊，结果不如人家一个零头。在场公子们也纷纷垂下头来。
来，他们以为大秦可以千秋万世，却没想到如此短命。他们还在玩乐放纵。突然，秦始皇看着眼前的公子们开口：“那是另一个世界的遗憾。如今已知历史，我们就要去改变。大秦是不败的帝国。父皇带你们去杀了赵高，把他碎尸万段。”另一边咸阳宫，秦始皇寝宫，赵高和李斯正缓步向寝宫走去，都脸色阴沉。李斯虽是外臣，但却和秦始皇十分亲近，经常一块喝酒吃肉。可最近他是越来越搞不懂秦始皇了。秦始皇建造了一个皇家园林，愣说里面有仙人，谁也不让进。他问也不说，赵高就更郁闷了。赵高跟秦始皇很多年了，整个宫中不要说什么扶苏公子，就是那些妃子都没有赵高了解秦始皇。但自从皇家园林建设好，他和秦始皇交流就越来越少。秦始皇从来都只让蒙恬进去，从未让他进去过。不过不知今天叫他和李斯来做什么。两人想着就已经走进了寝宫，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却有些震惊。大厅中央是秦始皇正在批改奏章，可除了秦始皇，周围竟然还站着的20多个公子，以扶苏为首。秦始皇所有儿子都在，但唯独不见胡亥，这是怎么回事？秦始皇很少有召集所有公子的时候啊。他们很疑惑，但也想不明白。他们先下跪行礼，可秦始皇却冷哼一声，什么都没说。两人震惊。按照礼仪，秦始皇这时候就应该让他们起身了啊！秦始皇这是怎么了？这时，秦始皇放下手中的竹简，开口了：“是不是以为朕怎么了？一个左丞相，一个中车府令，参加了以后，是不是就想站起来了？你们配吗？”李斯和赵高脸色煞白，这是怎么回事？陛下，臣实在不知臣所犯何事啊！陛下，老奴为陛下尽心尽力，可从未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陛下的事啊！秦始皇听到赵高这样说，直接冲过去，一脚踢在赵高脸上。赵高大叫一声，倒在一旁，脸上瞬间流满鲜血，牙齿也掉了2颗。李斯看着秦始皇暴怒的样子，震惊万分，这是怎么了？今日我和父亲去先师那里听课了，先师告诉我们，大秦将20而亡。什么？大秦20而亡？李斯还是很忠心大秦的，所以听到大秦20而亡，他不敢相信大秦如此强大，怎会20而亡？不会吧？大秦20不是扶苏公子吗？有公子在，大秦又怎会20而亡了？父皇驾崩以后，本应是我即位，谁知你和赵高竟然篡改遗旨，立胡亥为皇帝，而我被你和胡亥密谋，假传圣旨，被逼自尽了，还连累了蒙恬将军。说到这里，扶苏气得捏紧了拳头，自己以前学儒家学说，真的学傻了，一点反抗精神都没有，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蒙恬将军。若是蒙恬将军在世，就算大秦土地反抗四起，反秦势力又怎能轻易获胜？蒙恬绝对是一个可以在战场上力挽狂澜之人。立了胡亥为皇帝也就算了，赵高还支持胡亥荒淫无道，吃喝玩乐，大秦的家底都被他败尽了，甚至你赵高还在朝堂之上屠杀忠臣，还弄什么指鹿为马，指着一头鹿说是马，然后把坚持说是鹿的全杀了，把说是马的留下，就连李斯最后也死在你的手里。什么？李斯瞪大眼睛看向了赵高，自己是被赵高弄死的。不可能，这纯属无稽之谈。陛下，赵高是什么人？陛下还不清楚吗？赵高却疯狂否认，看着秦始皇磕头，李斯也急忙开口，他现在和赵高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陛下，臣认为这种未来之事太过子虚乌有了，未必会发生啊！未必会发生？你们是认为赵高立胡亥，压榨百姓，逼迫百姓反抗是假的？秦始皇却冷笑起来，轻按手中宝剑。你们是认为赵高把持朝政，逼迫秦20自尽，立了一个傀儡皇帝是假的？这些都是先师告诉朕的。你们说这一切都是假的？秦始皇狂暴万分，利剑瞬间出鞘，比荆轲刺秦王那时剑拔得快多了。他架在赵高脖子上，脸色冰冷。那你说还有什么是真的？赵高本来跪着，现在吓得直接趴在地上，疯狂辩解。陛下，这绝对不可能！陛下一定是被蒙骗了。徐福怎么样？他都没有给您找到仙丹，这说明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仙人啊！陛下怎么能因为一个突然出来的仙人，就怀疑跟随了陛下这么多年臣子的忠心了？徐福有罪，是有确凿证据证明丹药有毒，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老奴会背叛陛下。陛下，未来之事都是猜测，老奴认为那个仙师说的不正确啊！你如果没有证据就杀了老奴，会伤了多少人的心啊！秦始皇此刻听到赵高的话也犹豫了下来，徐福有确凿证据，赵高背叛确实没有啊。就在这时，蒙恬走了进来。赵高，你还敢胡说八道！陛下，臣奉陛下之命，在赵高离开府后搜查，已经查出了大量罪证。臣在赵高家中搜到大量赵高和其他大臣勾结的证据，赵高确实有不臣之心，赵高该死！原来蒙恬不在，是秦始皇让他去搜集证据去了。原来如此。秦始皇缓缓起身，手中宝剑滋滋作响，他的杀心要按捺不住了。陛下，绝对没有此事啊！就算这些是真的，那也只是未来的事，建立在徐福活着，陛下驾崩的份上。
现在徐福已经死了，陛下春秋鼎盛，肯定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赵高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开始口不择言了。再说，徐福都死了，这世上就根本不可能有仙师，那个新鲜人一定是个妖言惑众、胡言乱语之辈。话音刚落，下一秒一道鲜血飞溅，赵高一条手臂直接被斩下。赵高痛苦万分，在地上打滚，怎么会这样？大胆，还敢侮辱仙师！秦始皇也无比愤怒，赵高竟然敢侮辱仙师，但凡他让蒙恬晚下手一秒，都是对仙师的不尊重。父皇，那他怎么办？怎么办？他怂恿胡亥，假传圣旨，逼迫扶苏自尽，又为了巩固地位，将朕所有的儿子全部诛杀。也就是说，你们每个人都和他有国恨家仇。赵高该杀！一向谦逊的扶苏此刻都忍不住了，去他们的儒家学说。其他公子也纷纷上前，蒙恬这边也将早就准备好的20多把利剑丢在了大厅中央。赵高吓得魂飞魄散，这是要干什么？陛下饶命啊！报仇吧，除去这个贼人！随着秦始皇一声令下，所有公子一齐上前，一人一剑。大厅里回荡着赵高的惨叫声。他后悔啊，为什么自己要背叛秦始皇？自己算什么？一个太监而已。秦始皇是谁？那是真命天龙，自己还想造他的反。他更后悔的是自己不应该去辱骂我，那是秦始皇都敬重的仙师啊，自己辱骂他，怕是下了地狱都要永世不得超生。秦子婴给你一剑，让你轻松死，太可惜了。你这种人就配这个死法。秦始皇看着赵高，没有丝毫怜悯，同时对蒙恬开口：彻查赵高府上亲人仆人，有和赵高一起勾结的人，尽皆诛杀。朝中和赵高勾结的大臣一并诛杀。除恶务尽，杀伐果断，这才是帝王手段。对待赵高这种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一切都被一旁的扶苏看在眼里，他突然顿悟了，觉得自己以前做的太傻了，信什么儒家学说，把自己的命都信没了，还经常顶撞秦始皇，和秦始皇意见不合。现在看起来自己太蠢了，根本不配当皇帝。秦始皇的杀伐果断才是帝王之道。与此同时，在皇家园林，我正在备课，回忆明天要讲的知识。突然，郝老师系统声音响起：您的学生秦苏获得高级领悟，思想得到提升，奖励宿主3个洗髓丹，服用后即刻排出服用者体内毒素、多余脂肪，让宿主变帅，可增加服用者50年寿命。这洗髓丹不错啊，增加50年寿命，那不是可以多50年时间育人了？不过排毒排脂肪对自己貌似作用不大，自己已经这么帅了。奖励宿主中医医术，可以治疗一些普通的病症。随着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响起，瞬间我就感觉人体各个穴位的脉络就像地图一样在我脑海中清晰展开，各种中医辅助治疗方法、针灸、推拿、按摩手法都如雕刻一般刻在我脑海中。我不禁震惊，系统给的中医术比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还牛，离我在这个小山村开第一人民医院的伟大理想又近了一步。恭喜宿主获得锻造全套刀具之术。还有锻造刀具，我开心死了。这个地方的刀一点都不兼顾锋利，要是有全套锻造刀具的方法就好了，那我就能练出厉害的菜刀了。另一边，秦始皇寝宫，李斯看着死在自己身边的赵高，早已吓得脸色惨白。秦始皇看着李斯，却十分失望。李斯，你难道忘记了你当年是如何身份吗？若不是朕，你能有如今帝国宰相的位置？冯去疾虽然地位比你高，但是他在朕心中的地位能有你高吗？李斯，你和赵高一起篡改圣旨，你就是这样报答朕的知遇之恩的吗？李斯吓得哆哆嗦嗦的，根本不知道用什么话辩解。怎么不知道怎么辩解了？我看你根本找不到话辩解，背叛朕的都该死。陛下，臣不会背叛陛下。你以为朕还会相信你的话吗？来人，把李斯。可话到嘴边，秦始皇却犹豫了。李斯虽然背叛了他，但在最后一刻也算为大秦尽忠而死。而且秦始皇和李斯之间有太多君臣之情，秦始皇一下子很难下这个决断。先把李斯收押吧，暂停他一切事务，由冯去疾暂代。蒙恬也能理解秦始皇，就把李斯带走了。明天去询问一下先师吧，李斯，你的生死就交给先师吧。第二天，秦始皇上完早朝，就带着蒙恬朝着皇家园林而去。在秦始皇身后的还有名义上的大秦三世秦子婴和他的母亲。秦子婴和他母亲此刻一脸懵，他们在宫中完全是小透明的存在，秦始皇又怎么会注意到他们的了？可秦始皇一见秦子婴，竟然就喜悦万分，对秦子婴各种嘘寒问暖，最怕突如其来的温暖。秦子婴一脸懵，自己的父亲在秦始皇那里也不受宠啊。来，子婴，跟我进去吧。走到这里，秦子婴母亲就停下来，可是秦始皇竟然拉起了秦子婴的手，要带他进去。秦子婴母亲见到瞪大了眼睛，她在宫中早就听过皇家园林的传闻，听说秦始皇最近在皇家园林里遇见了仙人，随后就将皇家园林封锁，只准皇子进去，外人也只有蒙恬将军可以进去，哪怕是位高权重的丞相李斯和深受秦始皇宠信的赵高进去都会被拦下，秦子婴竟然可以进去，这简直是天大的荣幸啊！儿子，这是受秦始皇宠爱，出息了。秦子婴被秦始皇拉着手，有点胆怯，但又激动万分，看着皇家园林假山被一个一个绕过，无比期待。早就听说皇家园林里有仙人了，可却从来没见过。
秦始皇这是要带自己去见仙人吗？好激动啊！就在这时，在一个转角处，扶苏和公子高竟然提着一篮子菜要去池塘边洗。扶苏公子、高公子，你们这是要去洗菜吗？秦子婴行完礼以后，却看着两人手中的东西，震惊万分。古人云：君子应远离庖厨，做菜都要远离，更别说洗菜了。这秦子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哦，你说洗菜啊？楚老师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要做到身体力行，要成为一个全才，不仅要会读书，其他的也要会做，所以洗菜也是必修课。秦子婴根本无法接受这种思想，这和自己以前学的三纲五常完全违背啊！后面你就习惯了。朕这次带你来，就是要把你交给楚老师，让他教你。秦始皇对我的教学手段也已经见怪不怪了。刚开始他还有点排斥，难以接受，可到后面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们越来越有主见，越来越果断的时候，他就知道我的方法都是正确的，也就不排斥了。秦子婴听到秦始皇的话，也是感觉活在梦中，竟然连秦始皇都支持，他更加好奇我这个老师是怎样教书的了。终于两人来到了几间平房前。秦村长，你来了。我的知觉是常人的2倍，瞬间就察觉出了两人的到来。听到我的话，秦子婴有些疑惑，我怎么叫秦始皇村长了？而且他敏锐发现我好像什么都看不到，但看到秦始皇没有否认，立马明白不能乱说话了。楚老师，这是秦婴，我的孙子，麻烦您了。孙子？你连孙子都有了？我听到却震惊万分。秦村长今年才41吧，孙子都有了。不过也不奇怪了，秦村长都有20多个儿子了。我也不知道该说秦村长是保守还是开放了。秦婴这名字确定是孙子，不是孙女吗？我的名字是婴儿的婴，不是樱花的樱，我不是女子。好了，先不说这些，我们先吃饭吧，上菜了。随着我开口，秦始皇的公子们简直就像大厨一样，端着一盘盘菜上来了。桌子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桌子，可以容纳所有人。秦始皇坐在主座，其他公子也纷纷落座。坐下之后，我开心笑了起来。为了这天，我可是准备了好久。今天你们就敞开了吃，这是我做的全猪宴。什么全猪宴？楚老师，猪可是贱肉，味道很膻的，怎么能吃呢？秦始皇一听，立马震惊起来。蒙恬、秦子婴也脸色巨变。在古代，猪一般都是不去世的，所以做成菜膻味特别重，因此古代贵族都是不吃猪肉的，一般也就只有平民百姓穷的没办法才吃猪肉。什么贱肉？这又不是古代，而且这猪我都去世过了，一点膻味都没有的。秦始皇一脸震惊，猪还能去世？父亲，您可以试试，这猪肉真的好吃，我们兄弟几个已经试过了。闻言，秦始皇半信半疑，随后夹起一块猪蹄啃了一口，随着一口咬下去，满满的胶原蛋白令秦始皇都惊喜万分，他的瞳孔瞬间睁开，真的很好吃，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真的感觉比牛羊狗肉都好吃啊！此物是什么？此物名为朱元璋，又因净重8两8钱，所以又名朱重八。蒙恬一手抓着猪蹄，一手抓着猪尾巴，吃得满嘴流油。秦始皇也兴奋异常，要不是碍于皇帝身份，他真想用手去抓了。以后我决定了，这猪肉就作为我们接待外宾的最高礼仪菜了。听到他的话，我真是无语。这个小村子还能接待外宾吗？可我不知道的是，这里可不是小村子，而是大秦帝国中心咸阳宫。我更不知道的是，秦始皇以后会真的用猪肉去接待后世来的客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楚老师，你怎么什么都会？以前朕怎么就不知道？猪去世以后，膻味就会消失，会这么好吃了？别说朕不知道，就连那些神医神厨都不知道啊！其实我做的猪肉宴并没有和现代一样放了很多调料，我也真好奇，怎么这个村子没有电，没有汽车，没有其他蔬菜也就算了，没有辣椒、桂皮也能理解，怎么连酱油、味精都没有？我为了做好猪肉宴，可是提前做了很多准备，找来了增香的香料、提辣的植物，把粗盐提炼成细盐。可即便如此，这里竟然连炒菜的锅都没有，只能炖菜，还只能猪油炖菜了，才有了现在的成果。秦始皇却吃得极为开心，他从没接触过这些做菜手法，吃得极为鲜美。他现在真是恨不得把宫里的厨子全辞退了，做的什么垃圾菜啊！这真是朕这一辈子吃过最好的食物了，真没想到猪去世以后能做出如此美食来。却听着秦始皇一下一个我，一下一个朕，全当中二病已经习惯了，但都21世纪了，去试猪这种方法都不知道，我真有点不理解了。你要是想学，我可以教你们的。真的吗？这个可以教。那要学会了这个，以后朕不是天天有上好的猪肉吃了？老蒙啊，你去和我先师学学怎么去试猪。村长，我老蒙别的不说，就是在秦朝，那也是大将军蒙恬啊，让蒙恬去学去试猪，这种事情还不如把赵高挖出来，让赵高去了，他最擅长了。让蒙恬去学这个有什么不可以？秦始皇还没有开口，我却突然开口了。我站起身来，脸色凝重，看到我起身，所有人都放下了筷子，他们知道我又要开始讲课了。楚老师，为什么蒙恬可以学这个？他可是1等1的大将军，带兵打仗就可以了。那我问你，蒙恬打仗是靠他一个人，还是靠他手底下的士兵？靠手底下的士兵，他要是一个兵都没有，就无法打仗。那我再问，蒙恬带着一支饥肠辘辘的士兵打仗厉害，还是带着一支吃饱喝足的士兵打仗厉害？当然是吃饱喝足的，饥肠辘辘还打什么仗？可是这和去世猪
还是没有关系啊！我再问，一方士兵是吃肉长大的，一方士兵是吃草皮、吃树根长大的，哪方打仗更加厉害？讲到这里，蒙恬似乎明白了我想要说的是什么，他瞬间沉默了。蒙恬可是经常和匈奴人交战，他很了解匈奴人。匈奴人穿得破衣烂衫的，没有盔甲，但是匈奴人不耕种，就是养牛羊，可能不高大，但是身子却很结实。而大秦境内因为经常闹饥荒，所以大秦士兵连五谷杂粮都很少吃，更多时候还在吃野菜，更不要说什么肉了。但归根结底还是肉做不到量产。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在大秦每头耕牛都是登记造册的，可以说一头牛比人命都重要。别说私自宰杀耕牛会被杀头，就是养牛的把牛养瘦了都要受到惩罚。至于羊肉，那就更不用想了。中原地区哪里能做到成片养羊，那都是匈奴人养的，所以大秦士兵很少吃肉。因此他们虽然训练有素，但是身体素质始终上不去。每次大秦军和匈奴人作战都比较吃亏。蒙恬想到这里，也逐渐明白了我的意思。所以楚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大秦可以养猪，那么每个人就都可以吃到猪肉，那么大秦士兵的身体素质就可以强力提升了。没错，自古游牧民族吃的肉都比较多，因此基础战斗力就比我中原民族要强。但如果我们中原民族也能普遍吃肉，那基础战斗力之间的差距就可以抵消了。明白了，明白了。老蒙，现在你还觉得我对你是大材小用了吗？没有，先是让我和你学确实这门光辉的手艺吧。蒙恬喜悦到了极点，他每每想到自己率领大军和匈奴人作战，那些士兵不是因为学艺不精，而是因为吃不好而被匈奴人杀死的画面，就心痛万分。现在只要把养猪普及了，大秦人人都可以吃上肉了。我会教你的，不过光吃猪肉可不行，得营养均衡。那个谁，土豆炖鸡应该好了吧？端上来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感觉到蒙恬情绪激动，想必蒙恬突然回想起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也就直接答应了。我话音刚落，立马就有2个公子去厨房端了一大盆香喷喷的菜肴。秦子婴闻到土豆炖鸡的香味，口水直流。秦始皇立马尝了一口鸡肉，震惊起来。这鸡肉真的不错，为什么先师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菜来？鸡肉又香又滑，宫里的厨子是做什么的？每一次都做得又老又柴。这可是我让人专门挑的，养了2年半的鸡。闻言，秦始皇点点头，这鸡真不错啊。接着又夹起了一块土豆，眉头微皱。这个是什么？好像从未见过这种食物。这是土豆啊，土豆都不认识吗？又可以当菜，又可以当主食，还好吃。是新的作物吗？那一亩收成有多少啊？收成也不多，1亩3、5千斤吧。什么？1亩3、5千斤？这是神物吗？秦始皇和在座所有公子全部都震惊地跳起来。大秦时期属于刀耕火种时期，农耕并不发达，各种农业工具都比较落后，种植的植物产量也不高。因此，如果1亩地能够种植出100斤的粮食，那就可以算良田了。如果能够种植出200斤的粮食，那绝对是神仙显灵，老天爷赏饭吃。楚先师，你告诉我，这是真的吗？这个植物土豆真的可以种植3、5千斤，对吗？秦始皇抓住了我的手，我满脸震惊。一个土豆有这么震惊吗？先师都叫上了，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有和外界人交流过？与世隔绝啊！但我还是回答了问题。收成差的话2000斤吧，收成好，种植得当5千斤没问题。什么2000斤？简直就是神物！秦始皇简直要晕倒了。要知道大秦最好的田种出来也就200斤粮食，这土豆最差都2000斤了。秦始皇激动万分。要知道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黄河中下游百姓的饥荒问题给折磨，朝中不少大臣都说放弃这些百姓了，可是放弃他们不就是等于将大秦分裂吗？可秦始皇却想不到，既不放弃这些百姓，又能解决饥荒问题的办法。但现在有了，土豆出现了，1亩种植出来最低都有2000斤。假如在全国范围内种植出来，那全国的粮食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你们真是与世隔绝啊！这土豆竟然都不认识，那你们以前咋活的？土豆可是好东西，能够解决人口粮食问题，种植也容易，切成块埋在土里，浇水就可以了。而且1年可以种2次，2、3个月就成熟了。不过你们怎么连土豆都不认识？我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古代了。听到我的话，秦始皇顿时焦急起来，可不能让我发现这是在大秦。这哪能是古代呢？只是我们没有文化。楚老师，你这土豆还有多少啊？还有400多个吧，你要吗？都给你吧。什么？只有400多个？太可惜了，要是能更多一点就好了。听到我这话，秦始皇是又开心又痛心疾首。开心的是我毫不吝啬地把土豆给了他，痛心疾首的是400多个要种植到全国，那也是杯水车薪啊。不过好在土豆1年可以种2次，一次2、3个月就成熟了，而且不挑环境，这样不用种多少批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但是秦始皇和众位公子们还是特别后悔，早知道土豆是如此神物，那就别吃了。这时秦始皇又对着蒙恬开口：老蒙啊，以后养猪的事你负责，
种土豆的事也是你负责吧？蒙恬听到这话，感到莫大的荣幸。养猪可以强壮，勤民体魄；土豆则是解决任何一个朝代都棘手的粮食问题。这两件事都是关乎大秦帝国的未来啊！秦始皇竟然选择把这些事交给他，由此可见，这是对他蒙恬绝对的信任，惊喜万分，简直要哭出来，对着秦始皇直接下跪。老蒙谢过村长。平身吧！我却满门黑线，养个猪种个田也要走 cosplay 的流程吗？我确实无法理解这两件事情意味着什么。蒙恬此刻豪情万丈，只要土豆种好了，全国的百姓就吃饱了；猪养好了，全国的百姓就强壮了。那到时候他手下的士兵可就是个个强壮如牛，那和匈奴人打起来，还不把匈奴人打得嗷嗷叫？秦始皇心里想的却是更宽广一些。当年他看到一个人字竟然有好几种写法，就下定决心不仅要统一6国，甚至连匈奴、百越，甚至更远的地方全都扫灭了。可秦始皇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粮食消耗完全是海量。凭借大秦的国力，粮食种植产量根本无法支持这么大的粮食消耗。土豆出来了，亩产2000多斤，这种产量完全可以把大秦的人口扩大10倍。到那时候灭亡匈奴、百越简直是小问题。秦始皇要打到更远的地方，将他认知里所有的地方都占领，这偌大的天下都应插上大秦的旗帜。秦始皇无比激动，果然是天降仙师来强大大秦的。他朝着我都行了一个大礼。先生此两手绝世国术，我等感激万分。不就给你们几个土豆，教你们养猪，还绝世国术呢？随后众人继续吃饭，这饭秦始皇吃得很香甜，他没想到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这样轻而易举、简单的就被我解决了。他真的很庆幸，当初幸好把我给留下了。可当秦始皇吃着一块猪元掌的时候，突然脸色变得苍白无比，接着朝着一边倒去。朕怎么没力气了？蒙恬见状，飞速扶住了秦始皇，其他公子也震惊起来，怎么刚刚还好好的，一下子出事了？可下一秒情况更加严重，秦始皇左手左脚开始控制不住的抽搐，嘴巴也开始倾血，接着大叫一声，随后就没有了声音。扶苏见状震惊的大叫起来，然后恐惧的试探了一下秦始皇的鼻腔，瞬间泪流满面。蒙恬也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直接下跪，一个大男人泪水喷涌而出。陛下，驾崩了！吵什么吵？再这样人本来没死，结果被你们吵死了。这个时候还陛下驾崩，真搞不懂真是古代还是假是古代。扶苏听到我怒吼，却喜悦起来，因为我是仙人，所以他认为我一定有办法救秦始皇的。楚老师，赶紧救救我父亲，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的。我不搞基，一边去！我现在可是拥有系统赋予的普通级的中医术，虽然只是普通级别，但那是系统定义的普通，真实水平比外面3甲医院的专家都高出不知道多少倍。我没多耽搁，走到秦始皇身边，直接把手搭在秦始皇脉搏上。把脉是种高明的中医术，能够观察患者心肝、肾肺的情况。我眉头一皱，这肾很虚弱啊，好像肝也很虚弱，心率好高，这是中毒的迹象。我大概知道了秦始皇为什么会这样了。秦村长这是中毒已久，身体虚弱，同时身体肥胖，患上了高血压，导致脑梗塞，引发脑出血啊。不过这种情况即便是送医院，怕也很棘手。肾、肝中毒损坏，脑溢血，3样加在一起，医院怕也很难解决了。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医院，但是听到很难解决，扶苏差点没翻白眼晕过去。那不是秦始皇没救了？蒙恬也痛哭万分，难道自己愿意用一切去效力的秦始皇，就要走在他前面吗？哭什么哭？不是还有我吗？对，还有楚老师，是要针灸还是开中药？我摇摇头，如果自己的医术再高级一点，可以用那些方法，但是自己现在的医术不够，而且我有更简单的方法。很快，我从口袋里掏出来一粒药丸，叹了一口气，这是系统给我的洗髓丹。我身体本来还可以，吃了1颗丹药后，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了，简直如同脱胎换骨，尤其是还增加了50年的寿命。可遗憾的地方是，眼睛还是没好。本来我是没有告诉任何人，所有事都是暗中进行的，但现在不得不拿出来了。秦村长对我算是有救命之恩，如果不救秦村长，他后半辈子都会被良心折磨的。这颗丹药可是系统给的，可以排毒塑造健康身体，完全可以把秦村长救回来。这个丹药效用有点神奇，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告诉别人。扶苏、蒙恬却震惊起来，难道是仙丹？我很快便拿起喂给了秦始皇，下一秒原本气息消失、没有生机的秦始皇脸色竟然红润起来，他开始浑身冒汗，毛孔变粗，接着无数黑色物质开始从毛孔里出来。扶苏见状又惊又喜，排出来的是毒素。秦始皇吃了徐福的仙丹，身体里积攒多年的毒素竟然开始往外排了。接着黑色物质排完以后，无数黄白色的物质也开始从身体里喷涌而出，然后秦始皇肥胖的身躯不断开始收缩，肌肉逐渐显形。众人看到这神奇的效果，简直震惊万分，这是又排了毒又变瘦了。老蒙，赶紧烧一锅热水给秦村长清洗一下，不然你家村长就成泥浆了。蒙恬答应一声，立马就烧水去了。烧好以后，众人就直接把秦始皇抬了进去，清洗由蒙恬和扶苏负责，其他人在外面等待。这时在场所有公子却朝着我扑通下跪。楚老师，请受我们一拜，谢谢你救了我们的父亲。我救的不只是你们的父亲，而是大秦的皇帝。众公子大惊失色，被发现了。秦始皇可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被我发现，我是在大秦的事情，一旦发现了，说不定我就不教他们了。就算教也未必会真心把所有本事都交给他们了。在场公子都结结巴巴的，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应对。杀伐果断的秦子婴此刻也是毫无应对之策。我说你们这些学生还真离谱，装的还真像。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
有穿越了。我其实是看他们经常 cosplay， 所以逗他们的。穿越太离谱了，即便是我有了系统，还是不愿意相信。见状，众人立刻放松下来。好在虚惊一场，但是还是得配合我，大家一起笑了起来。父亲好了。随后在扶苏的搀扶下，一道高大的身影走了出来。众人看着眼前的男人，震惊万分。身穿龙袍，气势威严，身子比原来精壮了，皮肤也变白了很多。尤其是常年熬夜批改奏章形成的黑眼圈，现在竟然消失了，目光炯炯有神。秦始皇看着眼前公子震惊的表情，却在意料之中。别说他们，就是秦始皇刚刚在里面照镜子，看到自己这个模样都震惊万分。在听到是我给他吃了一颗丹药之后，自己就变成了这样。秦始皇对于我的能力更加震惊了。楚老师，你给我吃了仙丹吗？效用是什么？排毒去脂变健康吧，还有可以增加50年寿命。什么排毒排脂肪也就算了，还增加50年寿命？楚老师，你还说你不是仙人？这个丹药确实是你们无法想象得到的效果，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到处乱说，不然这个事情一旦传出去，不法分子会过来抢，正式机构说不定也会过来抓走我。秦村长，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不救你，我良心一定会过不去。但希望你们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这牵扯到我的安全问题。没问题，从今天起，你们就说朕的变化是仙人馈赠，但谁要说出仙人半点事来，哪怕是朕的儿子，都要杀头。我一脸皱眉，怎么排毒变健康了，增加寿命了？中二病还没有治好。正当秦始皇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楚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假如大秦时秦始皇知道李斯背叛的事，他会不会杀了李斯？秦始皇问出口，身边蒙恬还有众位公子都变得严肃起来。李斯一直以来都是秦始皇最宠信的大臣，一块肉都能2个人分开吃，而且李斯能力极强，在李斯的协助下，大秦逐渐富强。因此李斯最终虽然背叛了秦始皇，但那是另外的时空，现在不是还没有背叛吗？而且李斯最后劝解胡亥，也算是为大秦尽忠而死。秦始皇很是犹豫，李斯该不该杀？众位皇子和蒙恬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是把帝国丞相之命交到了我口中啊！李斯是死是活，全凭我一句话。杀了李斯，大秦拿谁治理国家？冯去疾、淳于越，他们能治理好大秦吗？大秦暂时离不开李斯的，而且李斯谋逆是因为秦始皇驾崩了，只要秦始皇活着，就能永远压住李斯。听到我的话，秦始皇喜悦万分。说实话，要真杀了李斯，他还真有点舍不得。朕替李斯谢过先师了。你又不是秦始皇，你谢什么？而且你不怕我认为这里是秦朝吗？反正说了这里是秦朝，你也不信。楚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公子胡亥该不该杀？李斯有能力有魄力，对大秦有用，不该杀。可胡亥虽然导致灭国，但毕竟是他的儿子，秦始皇还是有点忐忑。其实对比能力，胡亥确实差了些，但是对比性格，胡亥至少比扶苏强。扶苏做皇帝，信奉儒家学说，性格恐怕仁慈软弱，别说治理国家了，就算在朝堂之上被大臣顶撞，杀个人恐怕都不敢杀。要是匈奴大军100越人杀到，扶苏怕是会仁慈到割地求和都说不定。听到此处，秦始皇和扶苏都沉默了。扶苏的性格说不定真会做到这样，但是胡亥就不一样了。他虽然昏庸无道、滥杀成性，但一大部分原因都是赵高的唆使。假如没有赵高，而是有秦始皇亲自教导，那么胡亥性格一旦转变过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君主，也不一定。皇帝就是要杀伐果断，从一个仁慈的皇帝到一个杀伐果断的皇帝，转变有点难度。但从一个滥杀无辜的皇帝到一个杀伐果断的皇帝，可能要简单很多。明白了，多谢楚老师。秦始皇说完，然后就离开了。今天这一行真是收获颇丰啊！先是得到去世珠、土豆这2大绝世国术，又被我一颗仙丹排出了体内毒素、脂肪，还增加了50年的寿命。楚老师果然是人世间的真神，是上天派来强大大秦的。蒙恬，皇家园林一共布置了多少甲士？启禀陛下，一共布置了500甲士。500甲士，这是多么高规格的护卫！大秦所有大臣家都不会有这么多甲士护卫的，哪怕是秦始皇请工钱都没有。可秦始皇却觉得远远不够，我这里是帝国富强的核心，怎么能只有500名甲士守护了？万一我被谁抢走了，后悔都来不及。传令下去，将皇家园林周围100米建筑全部拆除，设置军舍，调集3000精锐铁甲，日夜守备皇家园林，由你蒙恬亲自率领。听到秦始皇的话，蒙恬震惊万分，没想到竟然如此重视我。其他公子也震惊不已，3000铁甲在战国都能灭一小国了，现在竟然被安排守护一个人。秦始皇真看重我啊！可他们哪知道秦始皇心里的想法？要不是条件不允许，秦始皇都打算驻军3万守护我了。另一边，我脑海中的系统声音再次响起：恭喜宿主学生秦苏幡然醒悟，奖励宿主取原离图纸。我一愣，这取原离图纸，我要
要他做啥？唐代以前都是用直原犁耕地，耕的地又浅又费力，还需要2头牛来拉。唐代以后用曲原犁耕地，又深又省力，只用1头牛来拉。曲原犁确实先进了很多，可是对我有什么用？您的学生情高，知识储备提升了，恭喜宿主获得统车图纸。我又一愣，统车是水车的一种，是用来灌溉作物的东西，功效高，可以日夜不停的浇灌，而且不用处理。现代不少地方都在用，比早期水车、翻车可是先进不知道多少，但这对我还是没用啊！我无语了，你要想让我汲水，给我个增压泵不行吗？您的其他学生知识都获得提升，恭喜宿主获得辣椒、黄瓜、茄子、玉米的种子各100个。听到这些蔬菜来了，我喜悦起来。前面2个没用，可这些蔬菜有用啊，尤其是辣椒，我可是无辣不欢。辣椒来得太妙了。与此同时，咸阳宫秦始皇身前站着大秦皇帝、长公子扶苏、将军蒙恬，他们正在等待李斯的到来。随着一声通报，一道人影就走了进来，跪在地上正是李斯。臣李斯见过陛下。李斯眼中震惊万分，以前的秦始皇有点肥胖，皮肤还有点黑，而现在的秦始皇目光炯炯有神，身材精壮，这是秦始皇，这放到战场上，怕是李牧、廉颇都杀给你看。怎么不认识朕了吗？陛下，您这是？没什么，碰到了仙师馈赠。这世上真有仙师吗？的确有，而且仙师还告诉朕，你李斯该死。听到秦始皇的话，李斯的心沉到了谷底。秦始皇真的要听信仙师的话，杀了自己吗？但李斯毕竟是见过各种世面的人，很快镇静了下来，生死很容易看淡。陛下，臣有罪，请陛下赐死吧。李斯万念俱灰，他已经知道，在秦始皇眼里，自己的过错逃不了一死的。朕今日拜访了仙师，仙师说你李斯不可杀，大秦发展离不开你。刚刚朕不过是对你的测试，如果你和赵高、徐福一样气急败坏，破口大骂，那你今天就走不出去了。李斯一愣，万分庆幸，还好自己没有乱说话。想到徐福、赵高的下场，他就不寒而栗。他虽然能看淡生死，但是能活着为什么要找死了？多谢陛下不杀之恩。李斯，大秦的发展是离不开你，你能力很强，但是朕不希望你以此为依仗。如果你后面真的在做出仙师预言的那种事情，朕就是拼着大秦发展倒退，也要让你死。秦始皇缓缓起身，按剑而立。这天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朕。陛下，臣绝对没有任何反叛之心，我李斯余生一定为陛下尽忠职守，万死不辞。李斯内心惊恐，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背叛大秦，但他知道的是，只要秦始皇还在，他就绝对不会背叛大秦。秦始皇是这世上唯一可以压制他的人。蒙恬，把东西拿出来。很快，蒙恬便将手中一个用精美丝巾包裹的物体拿了出来。李斯知道这是秦始皇要给他看的，眉头微皱，和拳头一样大。圆圆，这是土疙瘩吗？看起来像植物啊。看来见多识广的丞相也没见过此等物品啊。扶苏，给丞相解释一下。此物名为土豆，是一种农作物，可当主食，也可做菜，可用煎炸、烹炒、煮烤，各种方法烹调都很美味。其实大秦很多烹饪方法都没有，但扶苏还是把我说的方法都背了下来。切土豆易存活，切块，浇水即可生长，1年可种2次，2、3月即可成熟，饱腹感很强，当军粮完全可以。李斯一听来了兴趣，易存活，能当主食又能当菜，还很美味饱腹，这是一种好粮食啊。那这土豆1亩产量能有1石吗？不愧是大秦丞相，一问就问到了关键点上。大秦1石大概是100斤出头，而大秦良田一般1亩也就种植100斤。要是土豆的产量能有100斤，那绝对算得上好的农作物，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现在黄河中下游闹饥荒，正是需要这种易存活的粮食。扶苏一听却摇头一笑，1石都没有，那半石有吗？如果有半石，加上土豆美味饱腹，可做主食，易存活的特点也勉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可听到李斯的话，这下不仅是扶苏、秦始皇和蒙恬都笑了。别逗李大人了，这土豆的产量不是1石，更不是半石，年景不好可以产20石的样子，如果年景好可以产50石。听到这话，李斯差点没蹦起来，人都快吓傻了。最低20石，最高50石，20石就是后世的2000多斤，50石就是后世的5000多斤，大秦良田都只能种植100多斤。李斯感觉三观都要被震碎了，根本不敢相信。丞相不用怀疑，起初朕也不信，但这是仙师说的，不会有假。若是以前，李斯可能不会相信，可他看到秦始皇大变样时，心里竟然产生了相信的想法，但是还是无法接受。几千斤，如果真种出来，那饥荒问题马上就能解决，而且大秦帝国得庞大到什么样啊？你先别震惊，看看这是什么。李斯接过秦始皇掏出的手卷一看，是去世猪的方法。去世过的猪长大后，体型会比没去世的大很多，同时去世过的猪没有膻味，烹饪味道鲜美。开头前2句句是这样的。李斯一愣，他虽然不打仗，但也丞相很敏锐的就嗅到了精妙之处。肉可以强健大秦帝国士兵身体。没错，以前匈奴人大块吃肉，身体精壮，我大秦将士与之交战，苦不堪言。但如今我大秦将士也能顿顿吃肉，匈奴人又有何惧？没有这些之前，朕灭了6国；有了这些之后，天下都要掌握在朕的手里。若真是如此，那大秦必将更加强大，那大秦疆土必将更加辽阔。没错，
这要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让天下每一寸土地都照耀我华夏之光，这天下都应该是华夏的。天下归华夏，秦始皇为我。第二天中午，秦始皇去皇家园林，同时还带上了李斯，他准备带李斯见识我的能力。可李斯一路上却被看到的东西震惊到了。皇家园林周围100米都被重建了，驻守大秦精兵3000，精兵3000在战国时都能灭一小国了。如果里面真有仙人的话，看得出秦始皇真的无比重视这个仙人。两人走进了皇家园林，路过一片片假山，很快就能到平房教室了。李斯却注意到了什么，侧身看着一片水塘，震惊万分。池塘是活水，有进水口，但进水口旁竟然被人放了一个巨大的木头建筑，整体形状是个圆的，靠一个架子支撑，外围却有很多盒子，一直不停的在转动，同时盒子里不断出水，浇灌在旁边的庄稼地。这是神物吗？谁发明的？大秦时期其实也有水车，但是都比较落后，集水量很少。可这水车如此巨大，而且源源不断浇水的，从来没见过。在屋子里的我虽然看不见，但是耳朵很灵，一早就听到秦始皇的声音了。你们惊讶什么了？这就是普通的水车啊！普通的水车？您管这叫普通的水车？这个水车如果运用到农业中，那绝对是划时代的发明。老百姓种田不容易，在浇水方面更加不容易，还得抱着陶罐去汲水。但是有了水车，那浇灌简单多了，省了人力，又可以浇灌好庄稼。可我竟然说这是普通的水车，李斯不由得打量起我来。这说明对于他们惊为天物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却很普通。我莫非真是仙人？李斯仔细观察起我来，很帅，但是眼睛却看不见。秦始皇知道李斯注意到了什么，急忙制止了李斯。楚老师，您又弄出来这种先进的东西，我是真又开眼了。秦始皇对我弄出先进的东西，早就能够接受了，不过刚刚看到还是愣了一下。这对大秦是多大的帮助啊！离大秦强大又近了一步了。这种也叫先进？这是水车啊！你们没看电视吗？电视是谁？为什么要看它？秦始皇知道电视肯定又是我那个仙界的东西。看电视，那电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看、很漂亮、身材很好的女子吧？真想立电视为妃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先进，那这样吧，这个给你们，我拿着也没用，给你们了。我掏出一张羊皮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系统不给我纸，给的东西全是羊皮卷，估计想着我哪天饿了可以炖羊皮吃。我在教室周围就重点点菜，因此让人弄了一个水车，但是用不上梨，所以取原梨图纸拿着也没用，毕竟屈原梨是唐代发明，早经过1000多年了，这个村子不用就太奇怪了。秦始皇接过图纸，有点无语，不要的东西就给他，合着他秦始皇就是收破烂的。虽然秦始皇这样想，但还是老实的接过了。我身上拔根毛都是香的，但下一秒秦始皇和李斯就震惊万分，瞪大了眼睛。屈原梨图纸上结构和作用标注得很清楚，简直要被这曲原梨的作用震惊到爆了。大秦时期也有植原梨，可是植原梨又不省力又不灵活，必要时还要2头牛来拉，而且耕的土地比较浅。可这曲原梨就不一样了，不仅省力灵活，而且耕的土地还很深，一般就只要1头牛来拉，甚至有些力气大的人都可以来拉。这简直就是神物啊！这个很先进吗？这不是最基本的吗？对，这是最基本的。楚老师，这是我们村的老李，村子里最天才的人。老李，你的意大利炮呢？拉出把秀琴轰了。李斯却完全懵了，什么老李，什么意大利炮，什么秀琴？秀琴不在，不轰了。你们这村子真的落后，想聊聊梗都聊不了。我真怀疑我是不是后世穿越过来的。后世？楚老师，我一直好奇，您原来和我说的后世，大秦的后世是怎么样的？李斯早就听秦始皇说大秦是2世而亡的了，所以他也很好奇大秦2世以后会是怎样的世界。你们如果想听，那今天我们就来学学大秦之后的华夏2000年繁荣。很快我在讲台之上开始了今天的课程。讲台之下是秦始皇的20多个儿子，再加上秦子婴，秦始皇和李斯则站在门口聚精会神。今天这堂课似乎很有吸引力。大秦之后的朝代，你们知道是哪个朝代吗？众人一句话也答不出来。我看着这帮文盲，也决定换个问法。那老师想问，我们前面提到过刘邦和项羽，老师可以告诉你们，下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是在刘邦和项羽2个人之中产生的，你们认为会是哪个人？肯定是项羽啊！楚老师说，项羽和章邯打仗都能有来有回，刘邦却没和什么名将打过，那项羽这么能打，肯定是项羽啊！李斯和秦始皇也点头，项羽这么能打，应该是项羽没错了。不对，是刘邦。众人有点意外，项羽会打仗，刘邦不太会打仗，竟然是刘邦赢了。那这个刘邦有点东西啊！刘邦怎么赢的？刘邦这个人很复杂，他赢的因素也很多，但归根结底是他比较能笼络人心，招揽人才。而项羽这个人心高气傲，十分自负，不懂得重用人才，不会笼络人心，所以失败了。闻言，秦始皇等人点点头，不懂得重用人才，确实容易失败。刘邦先进的咸阳，但是他进咸阳以后和士兵约法3章，杀人者死，所以他手下士兵到咸阳几乎秋毫无犯。秦始皇众人都是一愣，这刘邦学儒家的吗？即便是大秦灭了6国以后，对6国百姓和贵族都没有如此好的待遇啊！那项羽是什么做法？项羽入咸阳，烧阿房宫，杀进大秦皇室，坑杀20万投降秦军。闻言，在场所有人全部站了起来，无比吃惊。而秦始皇的震惊转而化成了暴怒。项羽本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代，
结果项燕被杀，楚国灭亡，项家不少人也死了。所以项羽对大秦心怀仇恨，一进咸阳就到处杀人。大秦皇室无一人存活，包括大秦最后的统治者秦王子婴。我叹了一口气，秦子婴死的确实太可惜了。什么？这项羽竟然杀进了大秦皇室，把秦王子婴都杀了，这个项羽太残暴了。在场的公子也暴怒起来，想起他们的亲人被杀，就愤怒无比。可突然，秦始皇却想通了什么，成王败寇，仅此而已。正如大秦灭亡楚国，楚国王室被杀，项羽一族也被杀了不少，所以项羽的行为确实不难理解。但是秦始皇还是很生气，毕竟这都是秦始皇的后代，而且项羽杀了大秦皇室也就算了，竟然还坑杀了20万大秦降族。这个项羽要是当了皇帝，简直就是暴君，比胡亥还残暴。打住！虽然我很崇拜秦始皇，但是胡亥就不要拿出来和项羽比。项羽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14岁力能扛鼎，武艺超群。起义之初，项羽和叔父项梁被县令设计包围，100多人围困，结果项羽一人力杀100多人，之后成为起义军首领，战斗风格更是以勇战著称。每次打仗，项羽都是骑着乌骡马冲在最前面。华夏千百年来，王多如牛毛，霸王独此一位。再后来，在彭城之战中，率领3万楚军冲锋在前，击破刘邦56万联军，可见项羽霸王之霸气，勇战之巅峰。3万击败56万联军，蒙恬一听直接愣住。蒙恬也是百战名将，华夏著名将领，但要用3万打败56万大军，也太难了吧？蒙恬真不知道夸项羽勇武，还是骂刘邦不中用了。但听到我前面介绍的项羽，蒙恬不禁眉头紧皱，以一人之勇武提升全军之士气。如果真和项羽打起来，蒙恬都觉得很棘手啊。其他公子也很震惊，要知道在他们眼里，特别勇武的秦武王就是举鼎被鼎砸死的，项羽真能举起来，太厉害了吧？那这项羽好像还是一个人才了，这种华夏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人才，不用可惜了。秦村长不可以，项羽坑杀了那么多大秦将士，他的罪太大了。李斯就是在提醒秦始皇，项羽和大秦有血海深仇，项羽不能用，只能杀。但秦始皇却沉默了，他前面已经考虑过了，杀害大秦皇室这个问题，虽然很愤怒，但兵败皇室被杀很正常。而且项羽的亲人也是被大秦大军杀了的。突然秦始皇喊了一下蒙恬，却发现蒙恬竟然闭着眼一句话不说。老蒙，你想什么呢？我刚刚走神了，是因为我在思考白起将军。白起是战国4大名将之一，绰号人屠，长平之战坑杀斩首，赵军45万，伊阙之战消灭韩魏联军24万，白起斩杀的敌军就已经超过100万。在后世更是传言白起说低于50万人的单子，他白起不接，所以这种事在蒙恬看起来比较正常。慈不掌兵，换位思考，若你是项羽，面对20万降卒该怎么办？一天得消耗多少粮草，然后还得担忧降卒造反。秦始皇听到蒙恬这样说，也明白了蒙恬的想法，但是秦始皇还是不乐意，直接一拍蒙恬脑袋，有话就说，装什么深沉，还思考？一个武夫还玩什么弯弯绕？这时秦始皇心里已经下好了决定，项羽是个人才，如今秦始皇拥有土豆，还有各种先进物品，大秦帝国必将继续扩大，那就需要项羽这种能打的人才。秦始皇也是一个惜才的人，不然李斯和淳于越这些其他国家的人也不会在大秦为官。但是秦始皇也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如果项羽执意不肯为秦始皇效力，那秦始皇也不会对他有什么仁慈，留着不愿意效力的项羽，那就是间接给自己培养敌人，绝对不能留一点隐患。楚老师，那项羽是怎么失败的？项羽这么厉害，怎么就失败了？蒙恬也很好奇。很简单，我前面提到过，项羽不会笼络人心，刘邦会笼络人心，所以刘邦手下有很多人才，其中最耀眼的人才莫过于汉兴3杰，大秦之后就是大汉，这就是刘邦的国号。帮助刘邦开国，功劳最大的就是张良、萧何、韩信。听到人才，秦始皇来了兴趣。大秦没过几年就是大汉，那这些人现在可就是还活生生的生活在民间呢，一定要听清楚，找到他们，提前收服这些人才。我们先说张良，张良字子房，无数后代枭雄若得到厉害的谋士，就会这样称赞：你就是我们子房，或者我得某某无异于周德吕望，汉得张良。众人吃惊万分，周德吕望，汉得张良，这是拿张良和吕望相比。吕望是谁？说吕望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提起吕望的另外一个名字，所有人肯定都听过，姜子牙。吕望就是姜子牙。秦始皇却激动万分，无论如何，这个人才他都要了。张良为人计谋多端，常常一计便可决胜千里之外。他的计谋曾经多次救刘邦于水火之中，众人更加震惊，这是何等计算能力？他们连老师教的东西都没有搞明白，人家张良竟然能决胜千里之外，太强了！李斯更是震惊，李斯是秦始皇手下第一能臣，可即便是他，也办不到决胜千里之外。张良真的很强。不过张良有个事情和秦始皇密不可分。什么事？难道张良以前来投奔过朕，结果朕没看上？那太可惜了吧？张良刺杀过秦始皇。什么？
刺杀我！你什么你？你又不是秦始皇。那楚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原来说过，秦始皇的死是有3个原因，一个是徐福下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始皇常年熬夜批改奏章，身体搞差了，还剩下一个原因就是张良在秦始皇29年第3次东巡中刺杀秦始皇。秦始皇吃惊起来，现在就是秦始皇29年了，而且第3次东巡他是上个月才决定的，没和几个人说过。他猛然看向李斯还有蒙恬，他俩都是知情者，可是李斯和蒙恬都直接摇头，他们没有说出去过。秦始皇又看向扶苏，扶苏也是知情者，扶苏也连忙摇头，虽然他很尊敬我，但是这个事他可是半点都没有透露出去。秦始皇吃惊万分，就这么几个人知道的事，我竟然真能知道。他原来还有点怀疑后事之事，现在完全信服我。那张良的博浪沙刺杀造成了什么后果吧？后果就是虽然没刺杀中，但是秦始皇受到惊吓，导致身体变差，这也是秦始皇驾崩的3个原因之一。秦始皇暴怒了，这个张良这么大的才华，怎么来刺杀朕？张良该死，竟然刺杀秦始皇！秦始皇那么伟大，各为其主吧。张良是大韩贵族，他是真的挺忠于大韩王室的，即便后面楚汉相争，韩王昏庸无能，他都没有放弃过韩王。是韩王死后，张良才在真正意义上跟的刘邦。听到我的话，秦始皇倒是越来越欣赏起这个张良来了。张良犯的错误比项羽来说还是要轻点点。张良想刺杀秦始皇，本应千刀万剐，但是没刺杀中，倒也可以原谅。而且张良才干过人，杀了确实可惜，和项羽一样。若张良愿意归顺大秦，秦始皇就重用他。那萧何又是何人？总不能张良这样的人才，天下还会出第2个吧？萧何可不一般，很多人都听过张良。韩信以为萧何是汉兴3杰凑数的，但其实不是。萧何在很多人眼中可是汉兴3杰之首，刘邦钦定的汉朝建立的第1大功臣。李斯吃惊，有张良这一个文臣这么厉害也就算了，还有一个，请问这萧何有什么成就吗？萧何是管理后勤的，但是他管理后勤可不一般。刘邦在前线和项羽打仗，屡战屡败，死了很多兵，丢了很多粮草器械，但萧何却能源源不断的继续支援刘邦士兵、器械、粮草，让刘邦继续够本打项羽。如此后勤能力，蒙恬可是将军，经常打仗，他当然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古代打仗很多时候打的就是国力后勤，有后勤你才能确保出战的时间长，出征的路途远。有好几次蒙恬去打仗都是因为后勤出问题，占尽优势，结果被迫撤兵。真想砍了管后勤的，但听到萧何这样的后勤官，蒙恬眼睛真是亮了。刘邦屡战屡败，几十万大军都败了，萧何却还能给刘邦组建起来军队打仗，倒真是小看这萧何了。不过若只是管理这后勤，恐怕张良也能做到，那大秦的李斯也能做到，这也不算太出色吧？这话就差了。若萧何只有这个本事，刘邦也不会让萧何做大汉第1任丞相，大汉休养生息也不会那么快了。萧何做丞相以后，很多举措还是不错的。丞相可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皇帝以外就是丞相最大了。他还以为张良是丞相，没想到萧何才是大汉第1任丞相。那天下部就已经有2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才了。秦始皇看着李斯这样子，却笑了起来。李斯恃才傲物，这下被打击了吧？但想起李斯以后背叛的事，秦始皇心里还是不舒服。秦始皇轻声咳嗽，对着自己的儿子们使了一个眼色，看谁聪明了。这时秦子婴看到了秦始皇暗示的眼神。楚老师，李斯是大秦丞相，萧何是大汉丞相，他们2个哪个厉害一些啊？秦始皇赞许地看着秦子婴，脑袋挺灵活的嘛。秦始皇就是想要用萧何打击李斯，好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李斯却无语起来，他当然知道秦始皇的想法，但是我万一说李斯不行，那也太掉面子了吧？李斯和萧何嘛，这个比较还真有点难度。他们2个话各有千秋吧，但如果你们硬要比一个结果的话，我认真思索，秦始皇等人却在幸灾乐祸，李斯却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我认为应该是李斯。萧何能力很强，帮助刘邦管理后勤井井有条，但是在制度方面很多想法还是没有李斯好。李斯提出的很多制度可是开辟了历史的先河。我是这样认为的，大秦行郡县制，刘邦却行分封制，导致后期汉朝内部王国势力伟大不掉，这和萧何这个丞相还是有点关系的。李斯却只注意听我说他比萧何强了，顿时松了一口气。现在萧何肯定会被秦始皇找到，带到大秦宫廷来重用。假如我说了萧何比李斯强的话，那李斯这个丞相之位肯定保不住了，他可是有前科的。原来李斯这么厉害啊，这说明我手下人才还是很多的。张良和萧何都是文臣，那这个韩信总归是武将了吧？总不能刘邦是靠3个文臣开创的大汉吧？韩信当然是武将了。听到和自己是同一个职业的，蒙恬感兴趣起来。这个韩信打仗有多厉害？是和项羽一样勇猛吗？还是有谋略？
描述韩信可不能用勇猛这个词语。项羽打仗是勇动三军，以一人之士气带动全军之士气，而韩信打仗是谋动三军，往往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那这个韩信可以啊，这样都能打赢。要知道打仗可不是儿戏，人家比你兵多，比你装备好，就是天生占优势，你一开始就输了，拿什么和别人打了？但是有的人就是可以做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如战神白起，他就可以。那韩信有什么以少胜多的战役吗？那就是背水一战。韩信当时手里只有3万兵，而且训练的都不是很好。当时的赵国20万大军来袭，要杀光他们，你们说韩信该怎么办？蒙恬一听顿时愣住了，20万打3万人，几乎是7比1的军力比啊！要知道，就算白起打仗，每次以弱胜强也没有超过这个军力比啊！如果是他碰到这种情况，也只能退守了。秦始皇和李斯也很震惊，他们虽然不是很了解打仗，但是也是见过无数战争的，这个战力比即便是白起在世，也得好好想办法。那后面韩信怎么打的？投降了吗？还是撤军退守了？韩信没投降，他直接率领2万多人和赵国大军正面接触了。韩信军队一击就失败，然后撤退，最后撤退到河边背水列阵。你不是开玩笑吧？不是说韩信会打仗吗？背水列阵，那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吗？当时赵国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赵国统帅就轻视了韩信，认为韩信不会打仗，然后命令赵军倾巢出击。但这时韩信却对士兵说：“背后就是水，我们逃也逃不掉，投降也会死，不如和他们拼了。”于是，所有的士兵都爆发出以一当十的战斗力，瞬间就将赵军前锋部队给击垮了。这个时候，赵军还想继续进攻，结果韩信之前竟然偷偷留了2000士兵，他们攻占了赵军的大本营，然后到处插上汉军的旗帜，大声呼喊：“赵军大本营被占了，汉军大部队来了！”然后赵军就乱了阵脚。蒙恬听到这里已经反应了过来，同时浑身流出了汗水。他原来也在轻视韩信，跑到河边列阵做什么？好恐怖的韩信！蒙恬真的震惊了，韩信的谋略竟然运用到了这种地步。要知道，错一步，韩信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如果是他和韩信打仗，恐怕真的打不过。难怪刘邦能够得到天下，有张良、萧何这样的文臣，还有韩信这样的武将。秦始皇喜悦万分，现在他还没有驾崩，天下也还没有大乱，那么这些人才他一定要招揽到。韩信以弱胜强的战役可不止这个了。刘邦看到韩信手下这么多人，心里很不舒服。韩信本来要攻打齐国，结果刘邦突然来了，一次性把韩信的兵带走了，就留了2000人。而当时齐国有70多座城池，几十万大军，在场所有人一听，直接震惊了：2000人打几十万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2000人怎么打几十万人？2000人打几十万人，确实不可能。但韩信就是打了，而且还赢了。你们猜他怎么做的？怎么做？难不成跑路投降了？韩信不怕打仗，就怕没有仗打。韩信直接给2000人发路费，让他们回家。什么？原地解散了？那还打什么了？但下一秒我的话却让他们震惊了。韩信说：“这些士兵谁能带回5个人，就升他做伍长；带回1000个人，升他做千夫长。”最后，韩信召集到了合适数量的士兵，在场人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震惊万分。这是什么套路？比兵者诡道也还诡吧！众人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看着他们也笑了起来。韩信打仗确实太强了，计谋更是层出不穷，吓到这些没见识的人也算正常了。好，这个人才好。一旁的秦始皇特别兴奋，他非得出去，让人一次性把这些人才全笼络了。李斯却嘿嘿一笑，他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楚老师，请问韩信和大秦名将蒙恬还有项羽，哪个打仗更加厉害？蒙恬一听这是指名道姓，丢他面子吗？首先，韩信肯定比章邯厉害，因为韩信首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后，就轻易击败了章邯。闻言，蒙恬无比震惊，章邯的军事实力他还是很清楚的，一个不错的后辈，再发展几年，估计和他差不多，竟然就被韩信轻而易举的给击败了。那和项羽比怎么样？和项羽比有点特殊，项羽也是百战名将，而且他的打仗风格很特殊。项羽是以勇激励大军，冲锋在前，士气势如破竹。但是这种打法其实是将军的打法，项羽操控不了大军，如果让他带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如何统一调配协调，都够项羽头疼的了。蒙恬点头，几十万大军、上百万大军确实很难协调。纵观整个古代华夏史，好像还没有谁指挥过100万大军。但是韩信就不一样了。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韩信可是能指挥100万大军的人。即便是100万大军，韩信也能像拳头一样收放自如。和项羽最终决战时，韩信指挥50多万兵马，10面埋伏，4面楚歌，把这些兵马都玩出花来了。所以说，韩信和项羽打仗，兵力越少，项羽赢的可能性大；兵力越多，项羽就越没有赢的可能性。至于蒙恬虽然也很强，但是真要和韩信打起来，赢的可能性有，但也不是很大。我下了最终的决断，旁边秦始皇已经不知道动了多少次念叨，要把韩信收下了。这个韩信，我还真想和他较量较量。这个韩信应该是出身豪门，学过很多东西吧？
师傅是谁啊？这你就弄错了。韩信出身贫困，是自己读的书，学的兵法，而且他虽然志向远大，但是却受人欺辱。曾经别人让他从胯下钻过去，都钻了。李斯和蒙恬都震惊了，这个韩信太离谱了，尊严何其重要，怎么能被别人这么欺负？秦始皇却沉默了。他想起来以前在赵国当质子的时候所受的屈辱又何止这些？这个韩信他喜欢，而且韩信还十分不得志，先是投奔项羽，多次献计谋，项羽却不听，只给他一个执戟郎，然后投奔刘邦，刘邦就让他管后勤，最后韩信逃跑了，结果被萧何发现了韩信的能力，把他追了回来，力举韩信为大将军，才有了后面的大汉，最后更是被刘邦称为国士无双，后世也称呼韩信为兵仙。不错，这个韩信朕喜欢，朕决定把他收下来。你还收下韩信？省点治中二病的钱，买个兵器都算贴近韩信了。算了，今天的课上到这里吧，今天这堂课有点长，累死了。但秦始皇却斩获颇丰。下课后，秦始皇一边离开，一边对着李斯和蒙恬开口：把章邯、王贲都给朕叫来，项羽、刘邦、张良、萧何、韩信一个都跑不掉，朕要用他们来拓宽大秦的领土。而另一边，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来：恭喜宿主学生知识提升，奖励红薯种子和辣椒种子各500个。我喜悦起来，红薯可是一个好东西，它的产量一点也不比土豆差，有的种得好的产量甚至能达到6000斤，而且红薯做法也很多。更重要的是红薯，它连叶子红薯藤都好吃，我以前就经常吃红薯藤炒肉，给空心菜炒肉都不换啊。同时我也注意到了辣椒，这就更是一个好东西了。辣椒可是炒菜一个重要的佐料，我可是爱吃辣椒，根本离不开。我喜悦万分，这个小山村真是太无语了，什么都没有。不过现在有了这些东西，我的菜就能丰富很多了，再加上之前得到的那些菜，收成了以后就真的美滋滋了。但系统的声音并未结束，似乎还有奖励。恭喜宿主学生秦英获得知识提升，奖励力量和速度等身体基础属性加10。话音刚落，我一瞬间就感觉到浑身充满了力量，我的体质也感觉到了自己脚步轻飘飘的，似乎随便一跑就能飞起来一般。想着想着，我竟在房间里笑了起来。楚老师有什么开心的事啊？我一愣，自己变强可不能告诉他，但是红薯和辣椒还是需要人帮忙种一下的。秦英啊，你赶紧叫几个朋友来，然后帮我种一下这2件东西。这2个东西是很厉害的东西吗？当然厉害了。这个是红薯，土豆一样切块种地就行，但是产量一般比土豆还高，甚至能达到6000斤。而且红薯做法也很多。秦子英直接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和土豆一样，亩产6000斤，连藤和叶子都能吃，这又是鲜粮啊！这个辣椒也不错，这是辣椒中的红辣椒，一般亩产2000斤左右，是做佐料提升辣味的，但是能吃，叶子都能炒着吃。秦子英的震惊还在持续中，红薯也就算了，这是主食，怎么连一样佐料亩产都这么高？亩产2000斤，全大秦人都能用辣椒当菜，吃辣椒都能活下去了。我不知道秦子英的想法，要是知道秦子英想让全大秦人吃辣椒，我肯定要问他真的不怕全大秦人削他吗？我把东西交给秦子英后就不管了，躺在床上惆怅起来。其实我有点想家了，好想家啊！家乡贴心的公主们，你们还好吗？这时秦子英正要出门找人，却听到了我的声音，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楚老师想娶公主了。陛下这么久，正不知道怎么感谢老师呢，得赶紧告诉陛下。另一边咸阳宫，秦始皇负手而立，他面前是蒙恬、王贲和章邯3名将军，他正在发布任务。蒙恬命你率领10万大军去下邳郡捉拿项羽，可有问题？末将领命。蒙恬已经知道了历史，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项羽这个击败秦军的人，可绝对不能够放过。但王贲和章邯却直接懵了，抓一个人要用10万大军吗？但下一秒，他们更加震惊了。王贲命你率领10万大军去沛县中阳里抓一个叫刘季的亭长，不得有误。王贲直接愣了，10万大军都可以和匈奴人打仗了，你让我去中阳里抓一个亭长，但皇命他不得不受，只能答应。章邯，你任务比较重，率领10万大军给我去博浪沙请一个叫张良的人，再去淮阴县请一个叫韩信的人，还有沛县请一个叫萧何的人。章邯直接懵了，这3个人谁啊？听都没有听过。10万大军人吃马喂的，就为了请3个人。看着眼前2个不明事理的将军，秦始皇却笑了，他们是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啊，10万大军算什么？这几个人的能力足可以抵几百万大军。秦始皇很期待和他们的见面。就在蒙恬、王贲、章邯3人离开了以后，秦子英就来了。秦始皇看到子英，脸上露出了喜悦之色。子英可是最后一个为大秦捐躯的皇室。然后通过这么久的观察，秦始皇也发现秦子英确实机智聪明。秦始皇真是越来越喜欢他了。陛下，臣去楚老师房间的时候，他告诉臣又有一些新的农作物了，叫红薯和辣椒。红薯和辣椒产量多少啊？红薯可以做主食，亩产最高可达6000斤，还能生吃。红薯叶子、红薯藤都能吃，辣椒是佐料，
亩产最高可达2000斤，可以驱湿气，而且辣椒叶子还能炒菜吃。听到这话，秦始皇震惊坏了。他们遇见我之后，震惊的事情太多了。红薯6000斤，那不是比土豆亩产还要高，而且还能生吃，这不是全身上下都是宝？辣椒一味佐料，亩产竟然能达2000斤，而且叶子都能炒菜吃。更重要的是，还能驱除湿气。要知道，秦始皇可是想打百越，听说百越湿气有点重，辣椒不正来得及时。陛下，这是大秦之福啊！有如此神物，何愁大秦不能更加富强？陛下，有个麻烦的事情，楚老师心态好像出问题了。听到秦子婴的话，秦始皇的脸色从喜悦瞬间变成了凝重。我可不能出问题，如果没有我，那可就没有秦始皇现在的一切啊！楚老师怎么了？他出什么问题了？秦子婴紧张起来，一要说的可是想公主了，想皇帝的女儿，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啊！到底是何事？楚老师说他好想公主，很想很想。我当是什么了？原来是这个，是朕忽略了这件事，朕会加紧去办的。不过朕也没想到，楚老师每天在讲台上眉飞色舞讲课，暗地里却是想着公主。咸阳宫中大笑的声音越来越大，下邳城中喊杀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大。一名18岁左右子，但身材却无比魁梧的男子喘了一口粗气，而在他面前却躺着100多秦军士兵痛苦大叫，他们鼻青脸肿，有的还手脚骨折，难受不堪。这个少年男子感到很奇怪，他正在举一口大鼎，结果冲来100多名秦军要抓他，他很担心是不是自己身份暴露了。躺在地上的秦军，他们奉命试探这个少年男子的实力，以为100多人就可以轻松打败这个男子，但没想到却被他轻而易举的打败。这时蒙恬鼓着掌走了出来，看起来你就是项羽没错了，你确实很强啊，能打败我这么多人。蒙恬认得没错，眼前一人力败100多精锐秦军的人，就是日后的西楚霸王项羽。你要和我打架吗？项羽不认识蒙恬，还以为蒙恬是来挑战的。你很会打吗？你会打有个屁用啊！出来混要有实力，要有背景，你哪个道上的？我叫项籍，你不喜欢叫的话，你就叫我大哥好了，我承受得起。那你打得过我吗？和我打，好啊！随即蒙恬一拍手，顿时下邳城外黑压压的一片，秦军涌入了进来。项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这起码有10万人吧？他就算再厉害，也打不过10万人了。现在要打架吗？为了不说我欺负你，我给你公平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单挑我们10万人，也可以选择我们10万人单挑你一个人。项羽无语了，这大秦的将军真是无耻，懒得和你扯了。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你是项羽啊？来人，把他顶砸了，人带走。另一边沛县中阳里，一个饭馆里，一个近30多的汉子流里流气的就走了进去，他正是刘邦。老板见状却笑了起来，也不问问价钱就吃上了。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吃你几口肉还问价？那也要看看是谁的肉，谁在这里卖。你算老几？老板没有说话，露出一道凶狠的目光。刘邦一愣，这是当过兵的，丢下狗肉就要跑。可下一秒，尘土飞扬，无数秦军从路口涌来，黑压压的一片，他们直接将手中武器对准了刘邦。刘邦直接吓呆，吃肉不给钱，要被这么多人杀吗？这时王奔从军队保护中出来，一把刘邦手中的狗腿夺走，先啃了一大口，把他给我带走。随后几名秦军士兵就押着刘邦走了。刘邦真是有苦都叫不出，吃个狗肉不给钱，10万人抓我。与此同时的淮阴县，一条街上有一群人正在看热闹起哄，原来是一名男子正趴在地上要钻别人的裤裆。这个男子正是韩信，被混混找麻烦却不敢惹事，混混让他钻裤裆，他竟然就要钻。韩信，你背着个剑有什么用？又不敢拔剑，整天装来装去的，你这辈子没出息了，就配给大爷我钻裤裆。但韩信却一句话也不说，面色阴沉的往前爬。好大的胆子！就在这时，一道嘶吼传来，接着地面都震动起来，无数秦军身穿铠甲，黑压压的一片，铺天盖地而来。他们纪律严明，杀气腾腾，仿佛要屠戮一切一般。众人见状，脸色震惊万分，这是大秦军队啊，他们怎么来了？这么多人，起码有10万人了。众人吓得全部愣在原地。这时章邯身披铁甲，手持利剑走上前去，看着趴在地上的韩信和嚣张的混混，脸色一狠，上去就是一刀。混混惊恐的大叫一声，直接夹着双腿在地上打滚。叫什么？欺负别人，难道就没想过今天吗？治疗一下，还可以去大秦宫廷做事。要是赵高在，就需要你这种人才。以后谁再敢让人钻裤裆，我手下10万人，一人割一刀。其他混混吓得面如土色，纷纷后退。他们感觉凉飕飕的，这个章邯是魔鬼吗？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做了。韩信更是震惊，我都准备好钻了，你给割了？史上最早打断施法吗？章邯没跟韩信啰嗦，直接就命士兵开了一辆大车来，就请韩信上去了。接着就撤军了，他还得赶去一个叫博浪沙的地方。现在有个叫张良的还在那里的草丛趴着。咸阳皇家园林，又是新的一天，我站在讲台上准备上课了。课堂里的皇子们也已经做好准备聆听我的课，每一堂课他们都认认真真的听，认认真真做笔记，生怕漏掉半点东西。这时秦始皇上完朝也来了，秦村长又来听课了。楚老师，这次我又给你带来了几个学生。紧接着一名男子走了进来，正是胡亥，他被教育了好几天，现在终于又被放了出来了。楚老师，可秦始皇却看到胡亥就烦，一脚把胡亥踢得跪下。有站着和老师说话的吗？跪下，去那里跪着听课。胡亥无语了，扶苏他们都坐着呢，但他一点都不敢反驳。别这样，让他坐着吧。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你们都这么恨这个秦亥啊？那你坐着吧，再看到你玩小动作，
把你所有的腿都打断。胡亥吓得连滚带爬，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比吃大碗牢饭做的还认真。楚老师，我这里还有一名学生。我一喜又有学生，那我不是又能获得奖励了？老师好，你是女孩子？这是我的女儿秦曼，女子来你这上课可以吗？秦始皇微笑，其实这确实是他的女儿祝曼公主，这可是他最喜爱的女儿了。但是不是来读书的，在古代即便是公主和皇子相比地位也比较低，公主是可以读书的，但是一般都不允许去学堂。秦始皇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认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带祝曼公主来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和我喜结连理。秦始皇开始以为我会拒绝，但看到我震惊的样子，直接认为这事情成了。但我哪知道这些弯弯绕，女生我还没有见过吗？只是来这个村子几个月了，我却没见到一个女生，今天第一次见到，所以才惊讶。秦曼，既然来了，那就入座吧。楚老师，女子也可以入学堂吗？你们不是读了很多孔子的书吗？有教无类，不知道吗？女子当然可以啊。秦始皇没说话，却更愣了。有教无类也不包括女子啊。陛下，楚老师可能是比较含蓄，咱们还是不要坏了他的雅兴。秦始皇恍然大悟，没想到我在讲台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却喜欢这样的。秦始皇大笑起来。今天我们接着前面的内容讲，刘邦统治的朝代叫做汉朝，他建立了汉朝以后，认为大秦是郡县制的问题，没有封功臣，所以刘邦在采用郡县制的同时，又采用了分封制，将大批土地都分封给有功的功臣，让他们去当地管理。开什么玩笑！朕好不容易推行的郡县制，你给我来个分封制，你灭了大秦也就算了，还搞历史倒退。父皇，也许刘邦的分封制比郡县制要先进了。错，郡县制是华夏后世都沿用的制度，比分封制可先进多了。而且事实证明，刘邦的分封制分出去以后就出了大乱，还没等到刘邦死，那些功臣就开始造反了，比如彭越、英布什么的。最后刘邦也是在平叛英布时被英布一箭射中胸口，导致旧伤复发，不久就死了。迂腐，看到没有？秦始皇狠狠瞪了一眼扶苏，竟然说分封制比郡县制好。分封制那是把土地分给了那些功臣，他们自己可以铸钱，任免大臣训练士兵，收土地税收，那不和周朝一样天下大乱了？刘邦确实有点目光短浅了，而且刘邦分封的功臣肯定都是能征善战之辈，那刘邦把他们杀了以后要打仗了，该怎么办？老李，你考虑的地方很对啊。刘邦立国后杀了很多功臣，韩信死了，张良也不知所踪，彭越和英布后期也死了。而当时被秦军打败的匈奴人，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涌现出了一位强者冒顿单于。他整合了整个草原部落，空闲之士几十万，而且清一色都是骑兵，恐怖无比。之后匈奴人就开始南下，大肆劫掠，屠杀我中原百姓。我讲到这里，拳头都捏紧了。匈奴人一直是中原的仇敌，秦始皇一脸愤怒，他后面准备派蒙恬进攻匈奴，然后再修建万里长城，就是为了挡住这帮匈奴人。没想到在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匈奴人竟然就有几十万大军，还都是骑兵。骑兵绝对是战场上一道恐怖的杀气。大秦虽然有100万大军，但骑兵也不过只有几万人，而且马也没有匈奴人健壮。但匈奴人如果入侵中原，即便再难打也要打，这就是大秦气魄。那刘邦做了什么？刘邦当然和匈奴人打仗了。刘邦当时立即调集了30万大军，御驾亲征去进攻匈奴，但刘邦的大军却都是步兵。不过前期刘邦打了几仗都打赢了，所以刘邦就飘飘然了。然后就想都没想，率领大军追击，结果被围困在了白登山。秦始皇一脸的恨铁不成钢，刘邦分封制害死了很多人，不仅统治不稳，还让功臣造反，到最后连和匈奴人打仗的人都没有了。那后面刘邦被匈奴人杀了吗？没有，刘邦率领的大军也是百战之师，虽然在白登山被包围，但是匈奴人也冲不进去。不过刘邦的粮草倒是支撑不了多久了，因此当时刘邦就用重金贿赂了冒顿的老婆，和冒顿搭上了线，最后匈奴解除了包围。但是汉朝却每年都要给匈奴人送大批贡品。耻辱，打不过匈奴人也就算了，还给人家送东西，这是让人家强大吗？如此低贱的行为，那和战国时期那些割地求和的国家有什么区别？战国时期大秦国力强盛，因此很多国家都为了免于战火，割让土地给大秦。秦始皇接受土地，接受得很开心，但却最看不起就是这种国君，简直是昏庸无能。祖宗留下了多少血才打下的土地，岂能与人？刘邦这种送东西的行为和那些昏庸的昏君有什么区别？一寸山河一寸血。但更让秦始皇生气的是，刘邦不仅送东西，还送公主。大秦皇帝逼迫外邦女子嫁过来，那自然得意，但大秦女子如果被外邦逼迫嫁过去，那就是天大的耻辱。刘邦可恶，但是匈奴人更加可恶。汉朝时才发展起来，是吧？冒顿单于，你击败了汉朝，可是肯定挡不住朕的利剑。很快又到了下课的时候，我说完下课后就离开了教室，休息去了。秦始皇也准备离开了，他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我告诉他的实在太让他震惊了。但秦始皇却发现祝曼公主还坐在桌子上发呆。父皇，儿臣刚刚走神了。祝曼其实不是走神，她是被我的英俊潇洒、肆意洒脱、风趣幽默的讲课状态给迷住了。作为秦始皇最宠爱的公主，以前秦始皇也给她找过几个师傅，但那些师傅都太古板
了，整天教的东西一点意思都没有，还很严厉，哪像我这样风趣幽默啊？但秦始皇是何等人物，自然看出了祝曼的小心思。楚仙师果然有魅力啊！祝曼呀，你就在这里玩一下吧，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今天不用回去都可以。祝曼一愣，秦始皇这是怎么了？另一边我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正在休息。这什么地方啊？有点热，怎么连电都没有？要是有电，就搞个电风扇了。突然，旁边传来了祝曼的声音，我也震惊起来，这是搞哪样？怎么有个女生？是祝曼吗？你不能欺负我这个盲人啊！老师，我不是故意的。你来这里做什么？不是下课了吗？祝曼听到我这样问，开始脸红了。秦始皇来的时候就告诉祝曼要和我搞好关系，这可是仙师，祝曼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仙师那起码是个100岁的老头子了吧？天家女儿他没有办法拒绝，可谁曾想到他见到我时，我竟然是一个20左右的帅气大小伙。我就是想来找楚老师玩的，我住在宫里，太无聊了。我一听立马无语了，又来一个中二的，是不是住咸阳宫？然后你是公主，每天几十个人伺候你的那种啊？对呀，仙师你好厉害，你怎么知道的？不止如此，我还知道你不是秦曼，是秦始皇最疼爱的女儿祝曼公主。楚仙师好厉害，你什么都知道。楚仙师，你还知道什么啊？我还知道租一件汉服几十块钱，请个演员100多块钱，你们能不能别演了？我一脸郁闷，翻身躺在了床上。好好的现代非要搞什么古代了，看到我心情不好了，祝曼也就一句话不敢说了，却传来饿肚子的声音。肚子饿了吗？算了，我做饭吧。老师，我们今天吃什么呀？吃个你应该没吃过的，吃火锅吧。另一边咸阳宫大殿里，秦始皇还未归来，却摆放了5把椅子，椅子上坐了5个人，一人身躯庞大，魁梧却被用铁链锁着；一人年纪较大，有点猥琐；一人身背长剑，满脸淡然；一人视死如归，丝毫不怕；一人不知所措，略带紧张。他们正是项羽、刘邦、韩信、张良、萧何。大殿周围还站着20名手持利剑的兵卒。你们都是谁呀？怎么被抓来的？刘邦不愧是厚脸皮，什么情况下他都不慌。这几个人他就认识萧何了。萧大人，你怎么也被抓来了？莫非是吃肉不给钱？谁和你一样天天赖账？而且你好好看清楚，这里是皇宫，皇帝陛下住的地方，会因为吃肉不给钱就被抓来吗？肯定有特殊的事。那大家说说，大家犯了什么事啊？我就一个厅长啊，因为吃肉不给钱，1万多人抓我，还把我碗都砸了。我就一小粒，他们连哄带骗把我拖来，说以后让我当宰相。我就想举个鼎，10万人抓我，还把我鼎都砸了，还用铁链锁着我。我就蹲个草，他们把草都割了，愣是把我抓了出来。我就是要钻别人裤裆，他们10万人把别人裤裆都给割了，还说以后再有这种事，10万人一人割一刀。闻言，在场4人纷纷用鄙夷的目光扫视韩信，有的还挪动了一下位置，远离韩信。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可郁郁裤裆之下？男人的脸都被丢光了。然而就在咸阳宫众人正在各种嘲笑之时，大秦北部边境某个小村庄正变成了人间地狱。另一边北部的消息还未传来，咸阳宫依旧一片祥和。没过多久，始皇就来了。刘邦等人见状急忙下跪。秦始皇一进来，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却微微一笑。日后改变天下之人，如今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了。项羽、刘邦、韩信、张良、萧何，先拿哪个开刀了？项羽，你叫项羽是吧？项羽是谁啊？我叫项籍。此时的项羽不过18岁，正是青春热血之时，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候该服一下软。装有意思吗？你认为朕把你抓到这里来，是没有调查清楚吗？项羽知道装不下去了，就再也不装了。秦始皇，你灭我楚国，杀我项家族人，我项羽和你不共戴天！说着，项羽竟然暴怒起来，就要去扯开铁链，但铁链坚固，扯不断。他就站起身来，整个人朝着始皇冲去。接着20名秦军士兵立马冲了过来，将项羽按在了地上。可是项羽力气实在是太大，即便是20名精挑细选的秦军精锐，竟然也按不住项羽。他们摇摇欲坠，有的被项羽直接丢飞。刘邦等人一脸懵，这是什么猛人？随后50多名秦军侍卫冲了进来，接着狠狠地将项羽按住。项羽纵然力气再大，可现在70多个精兵一起用力按住了他，他再有力气也起不来了。好，不错。他后面和我聊过，也更详细的知道了项羽很霸气，但是也要被驯服。秦始皇没有先管他，而是看向了萧何。萧何，你不用如此拘谨，你的能力别人不知道，可是朕知道。萧何，朕任命你为典客，即日上任。听到始皇的话，所有人都震惊了。典客可是3公9卿，9卿之一，地位崇高，一来就提拔到如此高的地位，他是商鞅吗？刘邦不知道典客有多大，但是张良和韩信都震惊地看着萧何，这个人看起来也没什么特殊的，这么受始皇赏识吗？萧何也吃惊了，他怎么也是大秦的官吏，再清楚不过典客的地位了，那可是9卿之一，自己有这么大能力吗？你是不是担心典客做不好？那没事，典客做不好，你可以做丞相吗？扑通，萧何直接从凳子上滑下去，典客做不好直接给丞相做。萧何此刻的心情被震惊的不知所措，李斯更是郁闷万分，丞相都允诺出去了，这不是说自己随时都能被换掉吗？陛下，您到底还是在敲打我，让我和萧何竞争啊？不错嘛，陛下，您赏赐我点什么？赏赐你去死怎么样？